你相信命运吗？你是相信命运会随着你的不同选择走向不同的结局，还是相信你无论做出什么选择，都将走向同一个命运终点？别丢下我！人脸兽太可怕了！别过来！糟了，前面是悬崖，没路能逃了，快躲起来！别发现我，千万不要跟来，千万不要跟！这就是鬼星了，这新手试炼也太难了吧！都说使用转职材料后，只要在鬼星上存活5分钟，就能自动完成转职。但正常人在这儿，怕是1分钟都很难活下去吧？我叫江凯，现在正在这颗名为鬼星的星球上接受新手试炼。鬼星是50年前忽然出现在地球外的巨大星体。不过鬼星的出现，并没有引发什么引力灾难，让地球偏离轨道。但地球上的动植物却在鬼星出现后，突然异化成了后来被称为兽神的怪物，在世界各地大肆破坏。前方出现兽神，不要惊慌，准备攻击！不行了，我们的炮弹根本没有作用！救命啊！兽神是目前人类科技所不能抵抗的，他们的出现直接把人类逼至存亡绝境。但在这绝望期间，幸存的人类竟然发现地球上出现了许多神奇的传送阵。人类只要通过传送阵，就能以数字形态传送至鬼星。人们来到鬼星后发现，这里是……天哪！鬼星似乎是一个超真实的数字世界。在这里，人类能转职成各种职业，每个人都拥有了数值、装备、技能，像游戏角色一样升级，获得强大属性。甚至还发现，要是在鬼星升级到一定程度后，就能把这股超现实的力量带回地球使用。届时，现实世界的人们将变得和在鬼星上一样强大，甚至能以肉身对抗兽神。总之，目前的人类若想破除绝境活下去，就必须从鬼星上获得力量。不要！不要！而这些前仆后继前往鬼星的人们，被统称为探险者。不好，这里的幸存者就剩下我了。但现在我已经无路可逃了。难道我倾家荡产来这鬼星，就是来送死的吗？二哥，想去鬼星就去吧，我和大哥会努力为你凑齐费用的。你在这里要好好干呢，我可不会亏待你的。妹妹为了赚取我来鬼星的费用，年纪轻轻就受尽了苦楚，而大哥明明患上了肾衰竭，还在努力工作，说在2个月内凑不齐手术费用便会。可我现在不但没有完成转职，还只能白白浪费家人的积蓄，在这懦弱的等死吗？不，我已经快撑过5分钟了，与其在这坐以待毙，不如为了家人赌一把。马上就要完成了！要去，有那唯一能活下去的机会！让我完成转职吧！检测到您在鬼星存活5分钟，任务完成。由于您的行为与赌徒十分契合，恭喜您触发了100万分之1获得隐藏职业的概率。
您成功完成转职，祝贺您成为光荣的隐藏职业赌徒。什么情况？为什么坠崖后不但没受伤，之前的伤还全好了？叮咚！啊！天灵起始转职成功，刷新了基础属性，相当于满血复活了。你就是与鬼系一同存在的 AI 智脑？可以这么说。恭喜您转职成功。下面我将给您介绍赌徒的职业天赋。天赋加倍，您得到的系统奖励或惩罚都将触发双倍效果，并有1%几率触发超级加倍效果。超级加倍触发时，奖惩将翻至10倍。因您在获得加倍天赋的同时触发了加倍天赋，因此职业天赋数量翻倍。您还将额外获得赌徒的第2天赋。什么？别人转职后只有1个天赋，我能有2个吗？是的，这是您的第2天赋效果。天赋超级暴击，您的暴击伤害修改为200倍，您的初始暴击几率为0.1%。下面为您展示当前属性。我的4项基础属性加起来有36点。正常人转职后总属性一般在20点左右，我怎么高达36？因为加倍天赋能把转职后奖励的属性点都翻倍哦。属性点也能翻吗？要这样的话，以后在鬼星上升级，正常人升1级加10点属性，而我翻倍加20，那我升1级，不就相当于别人升2级？而且我还有第2天赋，超级暴击，正常人的暴击是2倍伤害左右，但我可是200倍。虽然目前的暴击率只有1/1000，但要是能提升暴击率，那我以后的伤害会非常恐怖啊！太好了，这是刚才人脸兽用的武器吗？之前我还只想着尽快转职，来鬼星为大哥赚到手术费。因为在鬼星上，就算职业再弱，也比在地球上赚的多一些。但没想到，我竟意外触发了额外的转职判定，成为了隐藏的强力职业赌徒。这么看来，或许我能很快为大哥赚到医药费，然后让家人都过上好生活。您已顺利完成转职，请在7天内尽快完成平安抵达圣药城的新手任务。不过，在新手试炼里完成转职还只是第一步，接下来要做的就是完成新手试炼的最大目标，在7天内抵达试炼区的终点圣药城。不过想成功抵达，困难重重。首先试炼区域怪物遍地，一旦被杀则试炼失败，然后将被传送回地球。虽然在鬼星上死亡，地球上本人不会受到伤害，而且还能再次登陆鬼星，但这种看似不大的死亡代价，只是对有钱人如此。毕竟购买转职的材料需要大量金钱，有钱人有无数次试错的机会，但像我这种穷人，必须一次通过，绝无2次机会。救命啊！好熟悉的叫声，难道是？我的妈呀！小飞鲨，都别靠近我，我最怕蛇了。居然真是柱子，他被陆行蛇包围了。这蛇有剧毒，被咬一口人脸兽都会毙命，而且那有3条。柱子别怕，我来了。凯，你怎么在这儿？凯，你别管我，快走！这些蛇属性很高，而且有剧毒，我们一级的人是打不过的。别怕！什么？凯，你能杀戮7折？利用柱子吸引注意力，绕到蛇的后方攻击，果然有效。你不现在是换我被盯上了？完了呀，凯！
这些蛇敏捷很高的。是，居然这都能躲过。转职后我属性翻倍，1级敏捷堪比2级。果然这些1级陆行蛇的敏捷都不如我。那么，柱子继续吸引他们的注意力。行。这我就是吸引下注意，真被凯圈杀了的。我明明是攻击力低的敏捷职业，居然有能秒杀1级怪的伤害。看来这随便从人脸兽手里捡来的钢刺，碰巧是新手区里能增加攻击力的好装备，太幸运了。哇！传说新手只有被怪物杀的份儿，哪有新人杀怪啊？凯，你怎么做到的？我是运气好，转职成隐藏职业赌徒了。你不能告诉别人啊。哦，赌徒？虽然不懂是什么玩意儿，但我的职业也不赖。武徒？怪不得你能在3条蛇的围攻下扛这么久，这可是咱们圣耀国排名前5的职业啊！鬼星存在多少种职业，无人知晓。但所有探险者进入鬼星后，经历的第一件事便是转职。而转职成什么职业，正常是根据你在登陆鬼星前买好的转职材料决定。一般有钱人都是花几千万购买强力转职材料，这样来到鬼星，就能直接转职成强力职业。而穷人只能买最便宜的转职材料，便宜的转职材料只会带来战力极弱的职业，甚至是根本没有战斗力的废物职业。不过一个武徒转职材料要5000万，柱子，你哪来这么多钱？你不会借高利贷了吧？嘿嘿，哪有？说来话长，以后再细说。真的？那赶紧把这些蛇的尸体收了，据说尸体也能卖钱呢。在鬼星，很多打到的东西都能换钱，我也是想以此在鬼星赚钱，来回馈家人。而鬼星上尸体、装备之类的物品，会在掉落后变成卡片，以供收取贩卖。获得物品：陆行蛇的尸体。而且经过刚才一战来看，赌徒这职业似乎比武徒都强很多。那个，你们好。是。我叫苏暖暖，我一个人很难通过试炼，请问我能和你们组队吗？啊，是别的探险者啊。抱歉，我们自身都难保，再带上你，怕是……不要丢下我一个人，我职业是医生，我可以治疗你们。哦。要是碰上这种毒蛇，我也可以提取毒液，增加你们武器的攻击属性。求你们别丢下我。能奶能毒，好帅！医生吗？这也是10大高级职业之一。而且新手试炼似乎很需要治疗。刚才我若不是靠着转职回满血，怕是直接挂了。行吧，我叫江凯，他叫袁柱，一起组队去目的地吧。谢谢。哇，凯哥，你是因为好色所以才变卦的吗？我想扁你。这新一代的腕表真不错呀，能精准定位探险者在鬼星的位置。那是自然。现在市面上售卖的大部分腕表，除了可以用来探测鬼星的各个数据外，越是高级的腕表，功能也会越丰富。李教授，目前新人情况如何？我妹妹怎么样了？就目前新手试炼的腕表定位来看，已有很多新人被淘汰了。你妹妹苏暖暖，我查查，好像在和2个人组队。什么？她是胆子小找人组队了吗？我再三叮嘱过她，新人切忌组队，因为新手试炼里人数聚集的越多，引来怪物的可能性
就越高啊！李教授，怎么样？查到暖暖的数据了吗？查到了，确实检测到苏暖暖身边出现2只人脸兽。糟了，1只人脸兽就可以屠杀新人，碰上2只，暖暖几乎不可能有生还机会。鬼星上的死亡，虽说只是相当于我们在游戏里的角色死去一样，并不会对地球上的本体造成身体上的伤害。我亲眼看着那怪物一点把我吃掉！怪物跑啊跑！但鬼星上那种真实到极致的死亡体验，会给人造成重大的心理打击。我这就去接暖暖出来，做心理辅导。等等，暖暖她好像没死。什么？而且那2只人脸兽，好像都被他们击杀了。怎么可能？哎呀妈呀，那是啥玩意儿啊？那好像是人脸兽，快逃！不好，柱子他们敏捷没我高，必会被追上。柱子，你们先走。什么？开！走，这里我留下就行。这样被追下去，3人都得死，只能我留下来，看能不能击杀人脸兽了。接住！射中了！不行，人脸兽的生命值似乎很高，我还没法一击致命。要被杀了吗？我的新手试炼要结束了。开！柱子，还有危险，我们回去救他吧。我。哎呦，您就是给柱子误涂转职材料的恩人嘛？也不知道您为啥看好我家柱子？他看起来是人高马大，其实胆子小得很呐。他要是在鬼星碰上怪物，肯定连战斗都不敢呐。是的，原著母亲。您孩子面对危险时是比常人恐惧，但我发现他有时尽管再害怕，可只要看到有人需要帮助，他就绝不会怯战离开。滚蛋！凯，你因为我胆子小，就把我当外人保护了吗？柱子，我们是兄弟，兄弟就是要走一起走，要死一起死！柱子能一击打倒人脸兽，虽然造成的伤害很低，但这就是我图的控制力吗？这是……凯，坚持住！苏暖暖，你回来做什么？你不是战斗职业呀！我不走，地球一箭稍远，就算再害怕也不能走。当年我父亲就是在抵御兽潮中，因为失去医疗支援，苦战牺牲。现在我的队员也需要支援，我怎么能丢下你们逃走？我的伤好了。你们还真是不怕死啊！现在就算是3人一起，伤害也不够杀死人脸兽。等等，要是碰上这种毒蛇，我也可以提取毒液，增加你们武器的攻击属性。暖暖，你之前说过能提取蛇毒是吧？啊，是的。那你能做到一边给柱子治疗，一边给我的武器敷上蛇毒吗？不知道，但我尽量。只能这样了。如果我没猜错的话，这个方法或许能赢。真的扛不住人脸兽的伤害，
但柱子可以。虽然我的攻击不足以击杀人脸兽，但暖暖是能加攻的质量。这么看，我们三人明显就是游戏中标准的盾奶输出的战斗组合。是啊，新人实力弱又怎样？柱子，给我控住一只人脸兽。没问题。请让我们三人凝聚成一个团队。其实，就算是被称为新人杀手的人脸兽，也能与之一战。击杀2级人脸兽一只，目前经验为5点。啥？成功了！团队配合果然有效，现在就算是再来一只，我们也能完美击败。什么？传来的腕表数据显示，他们真的击杀了2只人脸兽。可1只人脸兽就能屠杀一群新人，他们3个是怎么做到的？确实，据腕表数据显示，暖暖目前是没有击杀能力的。他队伍里的武徒1级伤害也很弱。这么看，击杀者只可能是队伍里叫江凯的人。可是目前奇怪的是，查不到他的职业。查不到职业？怎么可能？能击杀2只人脸兽，还查不到职业？这新人到底是什么人物啊？玩家江凯收集2级人脸兽尸体乘2。成功了，我们成功了！哈哈哈！没想到凯哥还能急中生智，太帅了！现在我们有对抗人脸兽的实力，应该能稳稳的到达试炼终点了。是啊，都可以直接至终点结束试炼了。不急，目前到终点圣药城的时间还很充裕，我们先不急着去。啊？别担心，你们知道通过试炼后会计算积分，若能在积分榜上排前3，军方会奖励装备的。据说军方奖励的装备很不错，对新人在鬼星的发展帮助很大。现在我们有了杀怪的实力，而杀怪能兑换积分，积分多了就有希望上榜前3。所以，我们为什么不先去刷怪赚积分，然后把军方的奖励拿下呢？你这方法真的能刷积分吗？虽然我一点都不怕，但你让我引这么多陆行蛇，我会不会人先没了呀？哈，柱子大胆点，你可是武徒，特点是能打能扛，而且还有暖暖能随时治疗我们，就放心去干吧。杀我们？没那么容易。击杀3条1级陆行蛇，目前经验值为10点。因为鬼星上的规则是只有击杀者才能拿到猎物的经验，又因为目前只有我有击杀怪物的能力，所以大家决定先让我单吃经验，好让我先升级以增强实力。这样才能最大化保证队伍的安全。恭喜探险者江凯经验达到100点，等级提升至2级，并触发加倍效果，升级后获得双倍属性点。杀了一天的陆行蛇，终于升到2级了。江凯，恭喜你终于升级了！快说说，升级后属性都变了啥？我升级加了20属性点，目前2级，总属性56点，还算凑合。多少？我知道升级只会提升力量、体质、敏捷、精神4项属性，但正常人升级就加10属性点，你竟然能加20！而且2级总属性56点，好像都能和4级媲美了吧？好恐怖的强度！
这没什么，职业特性而已。我的职业能把升级之类的奖励翻倍，但要碰上惩罚，也可能会翻倍的。你们记得帮我保密。虽然不是很明白，但感觉这职业很厉害的样子。可恶啊！这么一比，我的五图都不香了。叮咚，玩家升至2级将获得一个职业技能，但因触发赌徒职业天赋加倍，您将获得2个。啊，升2级会得到的职业技能也能翻吗？那么我现在有2个职业技能。啊！你技能还能翻倍！好强！是的，您的职业技能1是鬼手飞牌，投掷物品时附带20%穿透效果，投掷卡片类物品时，物品卡除外，穿透效果提升200%，但精神力消耗提升100%，技能可升级。职业技能2是鬼眼专注，鬼眼专注可视范围和目光追踪力提升50%，使用时精神力消耗提升100%，技能可升级。是2个远程型技能吗？虽然还不懂怎么使用，但看来赌徒是远程输出职业，还挺适合我。好，我现在更强了，我们可以去刷经验值更高的怪了。让这小子装起来了。苏教官，又过2天了，没想到你妹妹居然还幸存着。是吗？新人组队还能存活，看来那个叫江凯的还有些实力。负责新手区的同志注意，新手试炼马上有危险了，请立即警戒起来。什么？长官，上头检测到辽国这次又派了偷渡者入侵我国新手区，并且还是罕见的大规模入侵，你们必须抓紧做好应对准备。大规模的偷渡者入侵，真的吗，魏老？是假的，我也不会来这儿啊。糟了，来自辽国的偷渡者可是专门虐杀他国新手，并以此阻碍他国发展的特殊职业。因为鬼星新手试炼的规则是高级玩家不能进入新手试炼区帮助新人，所以新人都只能靠自己通过试炼。加油！我们会努力的。但辽国的专属职业偷渡者不同，他们可以依靠偷渡者的职业特性潜入他国新手区，并且别国都无法反制。不要！杀了他！而且偷渡者会使用残忍的手段去虐杀他国新人，给予极其恐怖的死亡体验。不，就算杀了我也不要再去鬼星了。他们的目的是让被折磨的新人恐惧登陆鬼星，从而大幅遏制他国的新探险者数量。可恶！暖暖他承受能力那么差，一旦碰上那帮畜生……做好新人的心理疏导准备吧。偷渡者罕见的大规模入侵已经发生，所以对于这次新手试炼呢，咱们先做好无人生还的准备吧。那边怎么了？那边有东西啊！凯，你干嘛呀？那边我们刚刚走过。明明什么都没有啊！哼，在更远的那头，东西啊，中了，过去看看。啊！明明啥都看不见啊！凯不会是魔怔了吧？探险者江凯击杀2级短刺野猪成一，目前经验值为199点。凯，你有鹰眼啊！这么远的野猪你都看得见，而且都能击杀2级野猪了。没什么好惊讶的，这都是托新技能的福。是否收集短刺野猪尸体乘1，野猪短刺乘19，短刺可做武器。
是。目前职业技能鬼手飞牌，增加了我投掷物的伤害，而鬼眼专注，则相当于叠加了望远镜和慢放的特效，让我的攻击能打得更远、更准。也就是说，我现在能在远距离，在低阶敌人发现不了我的情况下，把对方狙杀。好了，我还差一点经验，就能升3级了。先去别的地方杀怪吧。我都还是1级。哈哈，队长，咱们2队运气真不错啊！没想到一来就碰上了点心。啊！那现在咱可就有了王。你们是什么人？别怕，孩子们，我们不是什么坏人的，我们只是想拨开你们的胸膛，把你们吊起来放血风干，或者把你们剥皮后引来人脸兽，把你们慢慢舔舐而死。总之，这次上头的目标只有一个。这个人是，就是要你们圣耀的所有新人都无法通过试炼。这些人我知道，他们好像是专门虐杀新人的偷渡者。什么？我还探测出，他们等级都在3级以上，其中最高的甚至有5级。人多就算了，居然还有5级探险者吗？我现在的总属性顶多和4级探险者对抗，但是想要对付5级，除非我能……兄弟们，开始享受吧！可恶，只能那么做了。柱子、暖暖，你们俩一队，我们先暂时分头逃跑。好！哎呀，这么快就大难临头各自飞了？圣耀人都这么怂吗？过去2个人把那单独逃走的怂货杀了，剩下2人留给我们大部队，慢慢折磨。这小子跑挺快呀！那马上要被追上喽！那小子人呢？嘿嘿，小子，你是要跟我们玩捉迷藏吗？好兴奋呐！等我们找到，一定先把你的腿砍断哦！完了，这小子还想反抗，但垃圾新人的攻击，我随随便便就能防下。喂，你人怎么飞了？你没事吧？啊！这怎么可能？怎么会这样？这怎么可能？哼，1级就死，这就是偷渡者吗？好像也没想象中强啊。你不是圣耀新人吗？你怎么能杀我3级队友？等级2级，力量小于等于10，体质大于等于10，敏捷小于等于20，精神力小于等于20，防御0，暴击率不明，暴击伤害不明。什么？3级总属性才45点，这新人总属性在60点左右，这怎么可能？不可能！居然真的成功了！我堪比4级探险者的总属性，果然能击杀3级的偷渡者。刚才我提出分开逃跑，就是为了吸引少量偷渡者，方便我击杀。因为我现在距离3级还差一点经验，据之前在地球上了解到的，只要我击杀了探险者，就能成功击杀探险者，可拾取被击杀者腕表，并且可在被击杀者尸体消散前，选择是否掠夺被击杀者的经验。目前您击杀了2名3级探险者，每人可掠夺100点经验。您掠夺多少，对方就会失去双倍经验。果然可以掠夺经验，而且击杀探险者的经验比杀怪多那么多嘛！那我要掠夺他们每人100点经验。好的，恭喜您
升至3级。终于3级了，现在我总属性有76点了，5级的偷渡者估计也才60点左右。现在我终于有回去救柱子他们的实力了。一个武徒，一个医生，呵呵，没想到一来就碰上2个圣药顶级职业。如此优质的职业，可得好好折磨死他们呀！柱子，他被2个偷渡者追杀，他真的还会回来吗？不会，一定会的。虽然看他平时在追女生时老临阵脱逃，但要是碰上他朋友或亲人面临危险的时候，那么无论是多么绝望的情况，前戏做完了，去把他们的皮剥了吧。是，走，一定会出现。这短刺，我就知道，开会回来的。谁在那儿？是刚才那偷跑的回来了吗？有种出来和我正面对战！出来！看不见，根本不知道在哪儿。难道圣药是诞生了什么像偷渡者一样能进入新手区的新职业吗？若是这样的话，必须跑！偷渡者队长要跑了。我兄弟还想走？我留下！偷渡者全解决了。暖暖，你们怎么样了？你终于回来了。可是柱子哥他伤得很严重，我已经治不好他了。看，我就知道你会回来的。但这次我可能没法再跟你们走下去了。看，暖暖和你们的冒险是我最美好的回忆。接下来你们就带着我的份儿，努力的通过试炼吧。你在叽叽哇哇叫唤啥呢？行了，我故意留了6个偷渡者，大残没杀。你们俩快补到掠夺经验，升级了就能满血复活了。对啊，鬼星上是能通过击杀探险者获得经验升级的。啊，还有这招？那我刚刚岂不是白煽情了？就知道你小子在故作矫情。总之，刚才这帮偷渡者折磨了你们是吧？那你们现在可以在补刀的同时，反手折磨回去，告诉他们什么叫天道好轮回。嘿嘿，凯，这样不太好吧？不好吗？在咱圣药，这叫回礼，这可是一种传统美德。OK， 是美德呀，那我可得狠狠地彰显美德了。这帮人是什么恶魔呀？你们不要过来呀！太恐怖了，太恐怖了！刚才是要有个新人，反过来把我们全杀了。他比我们还残忍，我经验被抢，还降级了。这什么情况？偷渡者们能被虐成这样？难道圣药出现能对抗偷渡者的新职业了吗？不好！从刚刚暖暖腕表查获的数据来看，暖暖他们小队肯定是遭遇偷渡者了。什么？难道不会已经？从来没有新人能从偷渡者手下逃脱的。准备好他们的死亡心理疏导吧。不，我不是这个意思啊。我是想说，根据数据显示，暖暖他们遭遇偷渡者后，不但没有死，
反而还升级了。什么？怎么可能？碰上偷渡者不死还升级？难不成偷渡者是在帮他们杀怪吗？不，暖暖要是升一级，我还勉强相信他是刷怪升的。但数据显示，暖暖一下子连升2级。你们说有没有一种可能，是暖暖他们杀了一群偷渡者？这不可能！局长，快给我看看暖暖小队的数据。是。居然真的3级了！如果不是击杀了偷渡者，确实不可能在短时间内连升2级。不太对吧？暖暖是非战斗职业，但五图前期伤害也不高。难道偷渡者都是那江凯打残的？这也太夸张了！哼，我直觉告诉我，肯定就是那个江凯，但他等级职业不明，这怎么回事？我查到江凯信息不明的原因了。探险者去鬼星都需要一个腕表，用来在鬼星上探查必要信息。但江凯用的是最老款的初代腕表，初代腕表的服务器早在10几年前就停止维护，不再更新数据了，所以我们很难查到他的信息。什么？都这个年代了，居然还有人用初代的老古董腕表？哼，有意思。去给我搜集这个江凯全部的现实资料，我倒要看看这小子是什么人物。是。厉害呀！没想到我还真的靠升级满血复活了。没想到我也……而且我还获得了职业技能旱地践踏，现在我可以击飞附近的敌人了。我也激活了职业技能医者仁心，现在我的治疗能力更强了。不愧是五图和医生的职业技能，一点都不花里胡哨，很实用。凯，你说我现在都比你高1级了，接下来我会不会也能像你一样虐偷渡者了呀？想什么呢？你以为3级就能虐偷渡者啊？我现在都4级了，你们看我属性。哇塞，你小子啥时候升4了？刚才不还是2级吗？哇哦，而且总属性96点，都相当于8级探险者了。哼，刚才我逃跑时杀了2个偷渡者升3，回到这儿又杀了5个，还杀了个5级的，所以就升4级了。他怎么又逼我装啊？我受不了了。凯，那下一步我们要怎么做呢？下一步，我之前听到那个队长说他们是偷渡者2队的，那么接下来我们就去猎杀偷渡者1队吧。啊！哪来的国际笑话？2队能被几个新人灭队，我做梦都不敢这么想。就是，他们要不退休吧？别掉以轻心，上级既然说了这事儿，就不是空穴来风，我们也得提防着点了。防啥呀？新手区封顶也就5级，而咱们队都是5级，在这里就是神挡杀神，佛挡杀佛。就是。不是吧，凯？你确定要打9个5级偷渡者？要不我们还是走吧。别怕，以我现在的属性，就算杀不了他们，保护你们撤离也是没问题的。况且我们不杀他们，他们就会对我们国家的其他新人下手。喂，你！所以与其被动防御，不如先下手为强。小心，有人！哎，检测到了，是个4级的新人。哼，4级，新人到了这个地方能活着就不错了，哪能升级呀？这没准就是那灭2队的人。哼，不错，这可是一个重大发现。所有人，保持警戒队形追上去，拿下他就是大军功。不好，偷渡者居然还知道保持队形吗？之前我们定的计划是我先诱敌，等柱子找机会用旱地践踏击飞所有人，我再抓住偷渡者们被击飞的间隙，将他们都杀掉。可现在偷渡者队伍拉得太长，
柱子若不能一下击飞所有人，这样最后但凡留下几个偷渡者，都可能会被他们逃走。不过就算如此，不是没想好对策，只是想要把偷渡者全消灭干净的话，就可能需要我赌上些血本来引诱了。这小子怎么往回跑了？往哪儿跑呢？你小子是吓得慌不择路了吗？你老子清醒点！哟，还能跑？不行，还不够劲，扒了他的皮！聚集的不够劲。搞什么呢？我们都是5级，4级小子怎么能躲过我们的所有攻击？搞什么呢？我们都是5级，这4级小子怎么能躲过我们的所有攻击？不对劲，队长，刚开始探测时间太短，没查清它的属性。但刚才我一直通过高级腕表检测它，我发现虽然它的总属性我还查不清楚，但现在我能查到它的敏捷，才30点左右。什么？30点敏捷？你看错了吧？我5级敏捷还不到20点，要是他敏捷跟我这么多，那我怎么可能砍得到他？不对，腕表很难出错。若那小子真有这么高的敏捷，那他不就是假装被我们追到的？不好，我们中计了，快撤！什么？一帮二傻子终于发现了呀！但现在你们的队形都被我骗在了一团。这时候想跑，已经晚了。太极剑踏，干得漂亮，柱子。接下来，交给我了。一次性解决。天哪，9个5级一下全灭了！凯，你什么变态啊！探险者江海击杀5名5级偷渡者，一共掠夺2000经验。探险者江海在新手区经验达到封顶，升至新手区最高等级5级。终于5级了吗？击杀的探险者每高1级，可掠夺的经验就翻1倍。一个5级探险者就能掠夺400经验了。哇，凯，你5级了！听说5级在新手区是封顶了。天哪，你这就封顶了？没什么，探险者杀探险者，经验高嘛。我还留了4个残血偷渡者，你们快补刀掠夺经验吧。好的。凯，那接下来做啥？之前为提升战力，都是我先刷怪拿积分升级，现在我刷够了，接下来就换我带你们刷怪拿积分了。等你们也拿够积分后，就是时候去终点了。好的。接下来也终于轮到我刷怪了。大家注意，这里接近终点，应该能刷很多积分。不过越靠近终点，怪物越可怕，甚至有新手区 BOSS 出现，我们一定要小心。什么东西？是人脸兽的尸体。他们身上好多咬伤，是被什么东西咬死了吗？刚才我远远的看到了这道金光，似乎是有什么金色生物杀了2只人脸兽。金色生物？什么生物能搞死2只人脸兽啊？那玩意儿不会奔着我们来了吧？什么东西？金色，是金色生物！这玩意儿真的盯上我们了！开，小心！开，当心！那东西伤害很高，会咬人，小心被咬！太可怕了！什么情况？什么？这么快的东西居然被凯随手抓住了！啊？你们觉得这东西很快？这不就是一只肥肥的胖老鼠吗？混蛋！你骂谁又慢又肥呢？被你抓住不过是本鼠的失误。哼，
这小老鼠好像不服气呢，那我再放开你试试。敢小瞧我！凯，你叫他放手干嘛呀？那可是咬死2只人脸兽的。没事，他对我来说太慢了。凯这么快的吗？好厉害！这老鼠好像被我抓服了，都不逃了。天哪，凯，你这是靠手速捉了只宠物吗？也不知道这老鼠能不能驯服当战力，但能白捡2具人脸兽尸体还是很赚的。你俩差点经验就升4了，咱们快把尸体收了，去刷怪，争取试炼结束前让你们都升到5级。小叔叔好可爱。感觉跟凯一比，我这无图好像啥也不是啊。到了，终于到了！这么多天，终于走到了新手试炼区的终点。这位新人，恭喜你通过试炼。我们是新人接引官，欢迎你正式成为鬼星的一位探险者。但可惜，在你之前已经有人拿下第1了。不过名次不重要，新人能通过试炼就很不错了。长官，我确实不是第1个到这儿的，但你凭什么以为我就不是第1名了？啊？什么？排名可是按积分算的，有这么多怪物尸体卡，可是能换很多积分呢。你一个新人能杀那么多怪物？废话，我可是皇家2少爷，未来玄武工会的高层。我来鬼星前就已经特训过了。什么？是坐拥玄武工会的皇家吗？玄武工会可是圣耀10大工会之一，是大家族的话就不奇怪了。那恭喜你，从积分看，你现在不仅是这次江中城区域试炼的第1，甚至还能进入整个圣耀国的前10名。好，今天我黄伟就把话放这儿了。拿下试炼第1，不过是我作为新人的第1步。接下来，只要再给我些时间，整个鬼星必将是属于我黄伟的时代。奇怪，按道理越接近终点怪物会越多，但我们走了半天，怎么一只怪物都碰不上？总不会是被这老鼠吓走了吧？怎么可能？叔叔明明这么可爱。什么动静？这是无影狼。糟了，那是试炼区 BOSS 无影狼王，原来我们是闯入了他的领地了。我们被包围了。凯，我听说狼王是新手区从未被击杀过的最强生物，碰上的人都死了，现在该怎么办？怎么办？这儿的狼区数量太多，我一个人还有可能逃走，可柱子他们肯定跑不过，那就只能拼死一搏了。柱子，暖暖，我们跑不了了，只有杀了狼王才可能突围，快一起配合击杀狼王！啊，好，我的旱地践踏，控得漂亮，柱子。暖暖，趁现在给我的武器附加陆行蛇毒素。是。接下来看我的。毫发无伤。这什么？你能击穿狼王的防御？他们来了！不好！狼王指挥狼群发动总攻了！看，合攻狼王也没用，还有别的办法吗？不行，
狼王防御太强了，现在狼群围上了我也杀不完。谁打扰我睡觉？吵死了！都给我安静！那只老鼠咬开了狼王的皮毛，鬼眼专注，这老鼠居然把 BOSS 咬出了一道伤口，太好了！刚才是因为狼王防御太高，才导致我攻击失败。但如果狼王的皮毛被破开的话，只要往伤口攻击，狼王的防御就会失效。果然有效果！现在只要继续利用鬼眼专注，对着伤口攻击，这一定能！什么？他一击就击杀了无影狼狼王！什么？他一击就击杀了无影狼狼王！我恭喜探险者江凯击败试炼区 BOSS 无影狼王。我本还想着打持久战，结果刚才那一击，居然触发200倍暴击。也是，刷怪这么久，都没暴击过一次，到现在爆一次，也算正常。凯，快看，狼群好像要跑了。柱子，暖暖，你们还能打吗？能。那就好。现在没了狼王指挥，这群狼不过是待宰的羔羊而已。想想他们刚才是怎么对付我们的，别放过他们！哈哈，打完了！哇，没想到我们成功解决系统区 BOSS 了！我们好厉害！刚才我留下了很多残血无影狼，你们都赶紧补到传积分吧。那接下来呢？现在我们有这么多积分到手，接下来当然是去终点了。哈哈，这就是我们圣耀国在鬼星上的领地吗？哇，好宏伟！当然，圣耀城可是圣耀国的人在鬼星的最大活动基地。那叔叔跑了。没事，这是那小家伙的自由。要是有缘，我们没准还会再见呢。哇，这接待大厅可真大呀，好多人呐！恭喜通过试炼，我是新人接引关夏涛，现在所有通关新人都在这儿了。长官，我能看看通关试炼的新人排名吗？啊，当然，我。好巧啊！没想到给我家打工的小喽啰也来参加试炼了，不如我来给你看排名吧。没想到黄伟这家伙居然早就来了。哟，哥们儿可是第一，而你们也完美的包下了第一，不过是倒数的。嘿，看看这帮废物，这成绩也好意思问？都是1分都没有的废人。我妹妹为了给我攒钱来鬼星，就在黄伟家打工，而这人渣居然多次想要骚扰我妹妹，而且黄伟也经常拿我哥生病来羞辱我。你哥是病秧子，你是废物。黄伟，我劝你嘴巴干净点。没事的，柱子。不好意思各位，恐怕黄伟说的排名马上就要重排了，因为前3要被我们3人包了。他刚刚说什么？发什么神经呢？3个倒数要包前3，靠嘴吗？
是啊，该做心理辅导了。三个傻子。柱子，暖暖，我们不装了。嘿嘿，就等你这句话呢。那就摊牌吧。什么？这怎么可能？这么多怪物尸体卡，不仅有人脸兽，还有这么多无影狼！不会吧？这不可能！我还看到了无影狼王！开什么玩笑？你们几个废物，击杀这么多怪物，甚至有无影狼王，这怎么可能？哼，是不是真的？排名会告诉你。快看，排名真的被更新了！啊，这么说，他们的积分居然真的属实？怎么可能？而且他们真的拿下了前3！啊！你以为这就完了？长官，请问击杀偷渡者能算进积分里吗？这是 L 国偷渡者的腕表。什么？偷渡者？他们露馅了！新人怎么可能击杀偷渡者？果然是一帮骗子！他们露馅了！新人怎么可能击杀偷渡者？果然是一帮骗子！而且这次试炼还有什么偷渡者？各位，你们有看到偷渡者吗？没有啊，完全没看到。长官您看，众人作证，除了他们，根本没有其他人看到过偷渡者。我们一定在造假，一定取消他们的成绩，严查他们。处理，严肃处理，快严惩这帮骗子！各位放心，偷渡者出现过，确实是事实，只是还没来得及告诉大家而已。什么？一开始我听见这消息也很意外，但上头让我亲自来嘉奖江凯3人，就说明是千真万确了。什么？那是江中城副手卢俊？这种大人物都来了，那他们杀了偷渡者，居然是真的！江凯，军方为了奖励你们解决了偷渡者危机，决定破格提升你们的装备奖励呢。什么？原本第2名、第3名的奖励由 B 改为 A 级，而第1名江凯的奖励则由 A 级改成 S 级。真的吗？是吗？太好了！谢谢。什么？奖励居然提升到了 A 级和 S 级？开局就有这么好的装备吗？江凯的鬼星小课堂开课。目前鬼星的装备分为 S 到 F 品质 ，F 为最差的品质 ，S 则是极品。一般 B、C 级品质装备就已经很不错了，而更稀有的 A 级和 S 级，则是每个探险者都梦寐以求的装备。可恶！江凯得到 S 级奖励就算了，还敢把我从榜首挤到第4，不公平！这成绩一定有问题。江凯一家人都是下等人，下等人凭什么比得过我？黄伟，军方都来证明了还不够吗？还有，我警告你，别侮辱我的家人！怎么，老子有说错吗？你家不就是低等的贱民吗？黄伟，这是病秧子，妹妹就是个洗碗的，你也就是被我按在墙角打得杂碎，今天居然敢骑到我头上！让屌知道你那女仆妹妹还在我家打工呢！你敢惹火老子，当心我哪天把她……警告过你，别侮辱我家人！什么？开！对黄伟，哼，出手了！黄伟可是来自坐拥全国10大公会之一玄武公会的皇家呀！这江凯敢对他动手？江凯，你敢对我出手？知道你会面对什么吗？哼，你都放话要对我家人出手了，我还会管你是谁？在这末世，
家人对于我而言，可是最重要的。江凯，不要冲动，让他去。我想看看他到底会做些什么。只要有人敢动他们，无论是谁，我都一定会出手，而且还会下死手。探险者江凯成功击杀低级探险者黄伟，可掠夺6点经验，是否选择掠夺？哼，才6点经验可以掠夺，大家族就这么穷？什么？他居然敢杀皇家少爷！虽然鬼星上被杀，现实中不会死，但皇家的玄武工会可是一方巨擒呐！不错，这小子虽然莽撞了些，但军人就该有这种血性。哼，不愧是上头指定想见的人。各位，刚才是黄伟先动手挑衅，江凯是自卫反击，这事就先告一段落吧。江凯，你们3个跟我走吧，我带你们去领奖励。啊，是，多谢长官。天哪，凯，你刚才帅爆了！很霸气呢。久等了，这就是军方破格奖励你们的装备，快打开看看吧。谢谢。嘿嘿。久等了，这就是军方破格奖励你们的装备，快打开看看吧。谢谢。嘿嘿。哇，取生命玉石，这可是医生职业初期梦寐以求的装备。生命玉石可增加体质、精神各15点，并对治疗和制药有加成效果，很不错。哈哈，快看，我的是皮甲，好帅啊！黑岩溪皮甲可增加防御力量各16点，还能降低16%的伤害，是攻守兼备的优质装备。哈哈，我这也太实用了！凯，你的也快打开看看吧。好，这是未鉴定装备，需鉴定。居然是要鉴定卡才能看的装备。哇，需要鉴定卡，那一定很不错吧？是的，品质好点的装备一般都需要鉴定卡鉴定，我正好有几张可以帮你们鉴定。9节追命 S 级武器，提升9点力量、9点穿透力、9点敏捷。特殊效果：每使用一把追命，暴击率和暴击伤害将提升10%，最高提升90%。触发暴击后，所有追命的加成效果将被重置。居然是暴击类武器吗？新人攻击力低，就算暴击了伤害也不高，再加上加的属性也不是很多，这 S 级似乎都不如 A 级呢。啊，长官，这就有点坑我兄弟了吧？那么卢长官，凯的装备能换吗？很麻烦，但我可以帮你申请试试。不用换，我就要这个。啊？这装备哪是坑我呀？这分明是最适合我的极品装备。要知道，如今我的暴击伤害可不是常人的2倍，而是200倍。只要暴击，就算是无影狼王也挡不住。但可惜我暴击率极低，要是碰上强敌，估计没打出暴击就死了，很难有用武之地。但9节追命，每把打出都至少能加10%的暴击率，第9把打出甚至能加到90%，几乎是必定暴击。这装备甚至可以说是赌徒完美的专属神器。行，江凯喜欢就不换了。然后你们试炼过了，想回地球的话就可以回了。只是，江凯，我要特别提醒你一下，接下来可能有人会去找你。我这边劝你回家时最好小心一点。啊！
没想到这么顺利的通过了新手试炼，不知道大哥他们知道后会是什么反应？我们这儿怎么来了这种级别的豪车？是谁发达了吗？算了，和我也没关系。大哥，英子，我回来了，猜猜？啊，你？哼，哟，等了半天，终于有人回来了。听说你小子今天在新手试炼里好威风啊！你是黄伟的哥哥黄达，你们想做什么？跪下！江凯，你知不知道我弟被你在鬼星上杀了，现在回来都被送去心理治疗了？要知道，只有我黄家欺负人，从没人敢欺负到我们黄家人头上的。所以你能让黄伟1个月不能上线，我就能让你一辈子不上线。去死吧！啊！我要死了吗？什么人？江凯，我应该让人提醒过你，回家注意点吧。你怎么就没当回事呢？都别动！军方办事。啊？什么？是江中城军区的最高指挥官魏婴。这种大人物怎么来了？哼，我们是为了江凯来的。今天你们是惹了不该惹的人呢。总指挥是为江凯而来，怎么可能？啊！这小子究竟什么身份呢？什么？江中城最高指挥官这种大人物，会为了我？老实点！魏指挥，谢谢你们今天来救我，只是不知道你们为什么。别紧张，我们找你也是有目的的。这次新手试炼，你、袁柱和苏暖暖都表现优异。你知道，在你下线后，袁柱和苏暖暖已被邀请加入军方了吗？我们来此也是想邀请你的，毕竟你是新职业吧？江凯，你知道一个新职业的出现意味着什么吧？目前鬼星探险者的职业有很多，每个探险者每上20级都会面临一次转职，其中每次转职，探险者的属性、技能都会发生变化，有些会变得更强，有些则会变得更弱。目前很多职业转职到后期就基本没用了，所以为了找出更强的战力，军方也一直在发掘新的职业。而你拥有的，目前看起来就是一个很强的新职业。所以江凯，你愿意以新职业的身份加入军方吗？你放心，我们没有强迫你的意思。很抱歉，在来之前，我们已经调查过你家人的资料，知道你哥生病了。只要你现在答应加入军方，军方不但会保护你们一家，甚至连你哥的医药费都会全程担下。你去鬼星是为了你哥的医药费吧？你好好考虑一下，答应的话，明天就来军方报到吧。到时找我就行。抱歉，我拒绝加入军方。为什么？我知道加入军方是好事，但那是对于确定了未来发展会很强的职业而言，比如柱子的武徒和暖暖的医生。但我不一样，我可是新职业。记得当年酒鬼作为新职业出现时，不也受到了军方高度重视吗？当时军方大力援助酒鬼，酒鬼亦是如日中天。但当军方发现酒鬼发展下去作用不大时，酒鬼不就被军方抛弃了？看看酒鬼的现状如何？而且我们兄妹3人在这棚户区相依为命10几年了，我们更习惯把命运掌握在自己的手里，
而不是寄托于他人的保护。可当前人类处于末世，你的新职业没准能为全人类带来巨大的改变。抱歉，我没那么伟大，我只想保护我的家人，安安全全的活下去。你，算了，我懂这小子意思了。10几年的人生遭遇养成的习惯，不是1、2天就能改变的。但是小子，要知道，你哥可没多少时间了，而且在这个末世里，单打独斗是行不通的。不如我们来打个赌吧。在接下来1个月内，军方依旧会保护你家不受皇家骚扰。如果你能在1个月内赚到你哥的手术费，证明自己有保护家人的实力，我就同意你拒绝加入军方。但若赚不到，军方就会承担你哥的医药费，助他续命。而届时，你也必须加入军方接受考察，如何？这……行，我答应。如今面临和军方的赌约，我必须快点回鬼星，给哥哥赚到手术费。而且再加上皇家的危险，我们兄妹3人不能再住在这种地方了，必须搬到安保级别更高的区域去住，以保证安全。所以这次重回鬼星，任务繁重，下次我一定要带着足够的钱回来。通过新手试炼后，在鬼星的冒险就正式开始了。刚在教育区换了身行头，我也终于能在鬼星打怪赚钱了。通过新手试炼后，在鬼星的冒险就正式开始了。刚在教育区换了身行头，我也终于能在鬼星打怪赚钱了。不过新人想在鬼星上赚钱，就必须先加入一个工会，因为鬼星上怪物强大，单人去打怪基本必死，所以新人冒险者都必须加入工会组团打怪。毕竟工会就是一个大团队，只有跟团才能提高生存率。那么我就来看看有什么工会可以加入吧。您好，我要加入一个工会。不好意思，您是江凯吧？目前您一个工会也加入不了呀。啊？为什么？因为您得罪了皇家，您现在已被所有工会列入黑名单了哟。所以不出意外的话，您以后只能一人单挑鬼星了哟。什么？得罪了皇家，就没一个工会敢收我了吗？难道冒险还没开始就要结束了？这位客人，请问您是在为去哪个区域打怪而犯愁吗？我是算命先生，可为您算出最佳去处，一次只要100鬼星币哦。试试吗？试试吗？抱歉，我是无神论者。等等，客人别走，您可以砍价，80、30，或者我给您免费算一卦，就当是开业酬宾也行啊。哦，免费啊，那就麻烦您了。我现在迷信还来得及吧？啊，免费就回来了吗？这人真抠啊！算了算了，就当熟练技能吧。天干地支，乾坤不灭。客人，你现在处于危机之中，若不想被危机缠上，建议你去国王谷。危机？我确实处于被皇家盯上的危机中，只不过安全区内规定不能杀人，皇家还不好动我。目前新人首选冒险地都是1至10级的灰烬平原，但皇家大概率会派人在那杀我。而太平山道是15级以上探险者才会去的地方，目前我去了应该必死。至于国王谷，是10级以上的区域，以我目前的实力，去国王谷应该能勉强应付。皇家大概也没想过在那设伏。行，既然皇家不让我加入工会，那我就单挑鬼星给他们看。
国王谷便是我的第一个目标。谢了，多谢指点。哎，等等，他怎么一个人去国王谷了？天哪，我说的是组团去啊！国王谷是什么地方？他一个新人去不是纯送死吗？算了，溜了，不关我事，别回来给我差评就行。这就是国王谷了吗？也不知道这里的怪物强不强。哼，有动静！坚持住！这距离黑猿是11级的，咱们都是10级，拼命点应该能拿下，再加把劲！这就是探险者的团队战斗吗？好激烈，而且国王谷的怪物看起来好强，不知道我碰上的话，能不能打过？啊！真来了！我只是想想而已，没那么巧吧？巨力黑猿等级12，评价危险。巨力黑猿等级13，评价危险。天剑小队击杀11级巨力黑猿。哈哈哈哈！终于赢了，我们太棒了！队长，我们4个10级打11级黑猿居然没减员，这战绩是不是能拿去吹了？当然，也不看看谁是队长。糟了，我这是闯入了他们的领地吗？队长，那边居然有一个人在和3只黑猿战斗，而且每只都比我们打的这只等级高。我们要去帮忙吗？蠢货，那人肯定是太逞强，一次性吸引到了3只，现在他1只也干不掉，我们去了也必死的，我们还是赶紧走。击杀12级巨力黑猿。哼 ，nice， 每打出1把追命，都能提升暴击率。打出去的第5把，终于触发了超级暴击了。击杀12级巨力黑猿。什么？我们拼了老命才击杀了一只11级的巨力黑猿，这小子居然一人就秒掉了一只12级的。下一只，击杀13级巨力黑猿。nice， 这次只靠1把追命加了10%暴击率，就触发超级暴击了。什么？又秒杀了一只？很好，现在就只剩1只了。这只14级的巨力黑猿是这附近最强的怪了，我不信他还能秒杀。现在只剩3把追命在手，但我精神力和体力也都快消耗完，马上要逃不动了。只能在被他抓到之前，尽可能的增大暴击概率。我先杀死他！太好了，倾尽所有武器，真的让我赌出暴击了。击杀14级巨力黑猿。他真的把3只都杀了呀！10几人以上的团队都很难连上3只巨力黑猿吧？这是什么人啊？没想到这的怪物也没想象中难打，现在一下就3张实体卡到手了，看来一个人刷怪好像也不难。大神！哎呀，完了！大神走了，碰上这种大神一定得攀关系啊！一开始是你们谁拦着不让我去帮大神的？真是悔死我了！不是队长你吗？我没看错吧？35图1士兵1医生，这是皇家玄武公会里赫赫有名的猎鹰小队吗？他们怎么会来新手区的灰烬平原？好强的样子啊！我们搜遍了灰烬平原，居然都没找到那个江凯。听说最后一个见过那江凯的人是你，赶紧告诉我们他在哪儿！你们想找他做什么？哼，这不是人尽皆知吗？
江凯惹了皇家，我们是皇家派来报仇的。是吗？江凯去了国王国，你们可以去那儿找他。行，但你要是敢骗我们，等我们回来，你就死定了。猎鹰小队可是皇家20级冒险者里的顶尖小队啊！碰上这么强的队伍，那个叫江凯的绝对死定了。强吗？对于没礼貌的人，向你先生可不会说实话。刚才我暗中给他们算了一卦，算出他们这次去找江凯的结果，大概率是死。很好，杀了16只巨力黑猿，终于升到6级了。据说1只巨力黑猿的尸体能卖不少，虽然刷下来很辛苦，但只要继续刷下去，哥哥的医药费就有着落了。喂，那边那小子想加入我们一起狩猎吗？这位朋友，有兴趣加入我们吗？你们是？我们这里有3队人马，在组团狩猎精英巨力黑猿，打赢了有精英宝箱可以分。怎么样？你加入吗？狩猎团队？但我没有队伍，我就1个人呢。没事，我们正巧就只需要1个人手。看到了吗？那边有4只精英巨力黑猿，他们守着的洞穴里就有精英宝箱。但4只精英黑猿太强，我们只有3支队伍，所以需要你去把其中1只黑猿引开。只要你能引开1只，再等我们3队分别解决剩下的3只，你回来就能一起分宝箱了。精英宝箱吗？据说精英宝箱里有许多好东西，比起怪物尸体可赚得多。我必须想办法拿下。但面对正常人必须组团才能打赢的强大精英怪，他们居然想让我一人独自引开1只，分明是没想让我活着回来，这样他们3队就能吃下4队才能打的宝箱。哼，不过我现在已经上了贼船，不答应怕也是走不了了。好啊，我同意。好，那就行动起来吧！大家注意好，1队1只。小哥，快干事！在呢。该死！不错，那小子真做到了。那么这样就少了1队分宝箱了，现在能安安稳稳的1队1只，都给我玩命上！这也太算计人了！这精英黑猿的属性，怕是普通黑猿的几倍。换一个普通探险者来，早死了。不过，我可不是普通探险者。漂亮！没想到就算是精英黑猿，也扛不住我一次超级暴击。那么，为了宝箱，接下来该轮到我利用他们了。大声的加把劲儿，打完就能分宝箱了。没想到这么轻松就进来了，而且真的有宝箱，看起来应该能值很多钱。太好了，有了它，也不枉我方才独自引开那只15级的精英黑猿。为什么突然感觉到一股恶寒？什么？洞里还有1只20级的精英黑猿？他们是战前没探测到吗？土元素精英巨力黑猿，等级20级，级别危险。他只能挡住出口的方向，那就是完全战斗了。打到眼睛都无法造成伤害。土元素精英级巨力黑猿，23点防御，
当前攻击无法穿透目标体表防御，无法造成伤害。追命穿透只有9点，打不穿23点防御，难道要和打狼王时一样，必须先穿透防御才能造成伤害吗？好痛！属性相差太多了，我不会是要死了吧？在鬼星上死亡会被惩罚，需要等1个月才能再次登陆鬼星。要是这样的话，那不就直接输了和未指挥的赌约？那我连带着哥哥和妹妹都得被迫依附于军方了。但是我现在好困，好困。喂，醒醒！喂，醒醒！千万别睡过去，要努力保持清醒。大哥哥一定会把你们从战场救出去的。什么呀？我怎么能想着睡过去呢？大哥当初在兽神战场都能拼死把我和妹妹救下，所以我又怎么能在这里倒下？击杀20级土属性精英巨力黑猿。成功了。虽然土元素黑猿体表防御高，但他口腔内的防御不高。只要攻击他的口腔内部，就无需穿透防御，就像当初先破皮再击杀狼王一样。那么金银宝箱就归我了。哈哈，我们赢了！多亏那小子引走了一只，不然我们得被全灭。哼，但那小子肯定是死了。好事啊！那小子死了，我们还能少1个人参与分宝箱呢。走吧，宝箱可都在里面等着我们呢。哈哈，这回咱们赚大了呀！怎么回事？宝箱呢？金银宝箱怎么没了？老大，我刚想起来，刚在战斗时，我好像看见那小子偷摸进山洞了。什么？你为什么不早说？我以为当时是我看花眼了，因为我不认为他能活下来。什么？队长，那我们岂不是白打了？为了这次，我们可是忙活了几天呢。您看，虽然没打到宝箱，但您是不是还得给我们发工资啊？您可还欠我几个月工资呢。原来到最后，是我们被那小子算计了吗？到这应该就甩开那帮人了。那么，来看看金银宝箱里有什么吧。哇，太棒了！居然有这么多矿石，而且还有装备。装备和矿石在鬼星的价值，可比怪兽尸体大太多。这下发财了。还有一个装备，这手套是什么装备？攻击类的吗？戴上试试。戴上后感觉身体轻便了，而且更有力了。难道是增加敏捷和力量的装备？来攻击试试。短刺上出现了普通的火焰。原来是给武器附着普通火焰的装备吗？在鬼星，火焰有很多种，特殊的火焰
能在战斗中给对手造成高额伤害，而普通火焰伤害很低，几乎不能拿来战斗，只能用来做照明或烹煮食物。普通火焰，给我挠痒！难不成这玩意儿以后只能拿来做烧烤了？这真是4只基因级同属性黑猿！糟了，这是恰好被我用来试手套的攻击给打中了吗？刚才对付1只土属性黑猿都陷入苦战，现在一下4只，像干掉之前那只那样，专门攻击他们的嘴巴了。无法通过防御，造成伤害为0。不好！这几只居然在遭受攻击时知道护嘴了。就算他们张开嘴，我手里的追命也不够杀死4只。难道我今天要死在这儿了吗？啊！这火苗怎么扩散了？这什么情况？黑猿们怎么突然击杀土元素精英巨力黑猿4只，全死了？啊，对了，我刚才好像看见了火焰的伤害从10变成了2000点。收集烧焦土元素巨力黑猿尸体4只，2000不是10的200倍吗？难道说，这手套打出的普通火焰能继承我的200倍暴击伤害，而且还能让火焰扩散，造成群伤？要知道，普通火焰威力虽小，但只要怪物没有火抗，那伤害就能无视怪物防御的。每秒能烧2000点的话，那我简直相当于直接化身火法了。这装备简直是我的专属群伤神器啊！如果不用再担心打不穿怪物防御的情况，那我岂不是能……哼！之后那一晚，国王谷的巨力黑猿们见证了他们人生的至暗时刻。他们从没见过使用普通火焰就能把他们烤成牛蛙的人，也没见过一个只要看到什么东西带有血条就全部不放过的恶魔烧烤师傅。方圆10里，宝物不留。太好了！一晚上杀了几10只巨力黑猿，终于升级了。目前手套的火焰伤害在群伤上也已经是20级以内无敌了，而且还刷到了10个精英宝箱，加上一堆黑猿尸体，应该能卖很多钱。唉，不过一个人在鬼星单刷，还真有些孤单。真怀念和柱子暖暖一起战斗的日子。也不知道现在他们怎么样了。不过他俩有军方做靠山，混得怎么也应该比我要好吧。怎么这也没了呀？是哪个混蛋杀光了国王谷的黑猿呢？来国王谷快1整天了，1只黑猿也没碰上，还让不让人混了呀？啊，好怀念凯带我们刷怪的效率啊！下等兵援助，苏暖暖，不许说这种丧气话。哦。当初你们之所以能刷怪，是因为在新手试炼区，而这里对新人来说可是高等级怪物区。要是江凯带你们来国王谷，指不定多惨。我特意腾出时间带你们过来历练，不是来听抱怨的。走吧，继续去找黑猿吧。是。但我还是想凯。我也是。说来也怪，来国王谷几天了，就只找到这几只普通黑猿。杀区区几只普通巨力黑猿，对于我们而言，真是轻而易举。
哼，王伟少爷让我们来杀那江凯，简直大材小用。一人也就能单杀一只而已，不过如此。前几天我们可是看见了一个能单杀3只巨力黑猿的大神呢。就是那场面真是牛逼呀！一个人单杀3只又如何？大概对于你们这种低等级的人而言，这已经是特别了不起的事儿了吧？切，死鸭子嘴硬。算了，我问问你们，有没有人在国王谷看见过这个人？又巧了，这就是我们说的一人单挑3只巨力黑猿的大神。嘎嘎帅！喂，你们是瞎了吧？看清楚了，这只是一个5级新人。是啊，别因为嫉妒我们就什么都胡说八道啊！哼，不信你们就去找这位大神啊！我们刚还撞见他要出国王谷呢。我还跟那位大神打了招呼呢。啊，你的意思是江凯就在这附近？快走！都在这破地方转了好几天了，也是时候给黄伟少爷一个交代了。是，终于能杀死那小子了。看起来他们是要去找那大神的茬。大神那气质，一看就是低调的世外高人。这几个人这嚣张劲，在漫画里一般都是炮灰设定。就是。此时，国王谷的出口处人满为患。倒霉死了！怎么这次来国王谷，一只黑人都碰不到啊？唉，据说是发生山火，全烧死了。等刷新了再进去吧。是啊，反正大家都得等，又不是被谁一人刷光了。此时，一人刷光黑猿的罪魁祸首正好路过。3天时间刷光黑猿，等级也提升到了10级，还拿下了19个金银宝箱，可以先回圣药城卖钱了。喂，江凯，给我站住！藏头露尾躲了那么多天，你可让我们找得好辛苦啊！天哪，这不是皇家玄武工会的猎鹰舞队吗？这小子怎么惹到这种精英级的小队了？皇家玄武工会，你们是皇家派来找我的？明知故问，难道忘了自己在新手试炼中惹了谁吗？你这下等人，敢惹王伟少爷！我们就是来要你命的！不，新手试炼时是黄伟动手在先，我只是反击。你确定要对我动手吗？我管你们谁对谁错！你知道杀了你，王伟少爷会给我们多少钱吗？是吗？既然你们为了利益，就选择是非不分了，那我也不必留手了。可笑，一镖没中，难道这小火苗就是你的技能？我现在很怀疑，少爷真的是被这废物杀了的吗？居然用普通火焰战斗，这么低的伤害，简直丢人现眼啊！我还以为多强呢，这是在给人家点烟呢吗？可笑，我这火苗现在伤害是低了点，但要是我能让这火苗的伤害升高一点呢？队长！怎么回事？这普通火焰伤害怎么那么高？怎么我感觉也要？我也是。探险者江凯团灭猎鹰5队，可掠夺队伍经验。这什么情况啊？好了，既然你们非赶着给我送人头，那这份孝心我就收下了。这小子一人就团灭了猎鹰5队，这可都是20级的顶配精英队伍啊！要不是亲眼看见他用的是普通火焰，我还以为是摆拍呢。妈耶，这小子到底是什么人物啊？开始掠夺经验，目标等级为12级，属性为超出可评估范围，评估失败。我的天，为什么我的腕表
没法评估它的属性，查不到，怎么可能？我知道了，莫非他是靠道具屏蔽了外人探查的火法大神？火法大神？是的，一定是的，他没准就是火神。舒服，又升了2级呢。对了 ，AI 智脑，他们为什么都查不到我的属性啊？因您赌徒的加倍天赋增加了太多额外属性，导致您和同级的人属性差别太大，造成了腕表的评估失效。是吗？那他们探查不到也好，省得被人眼红盯上。你好，我想出售打到的装备。好，欢迎光临。唉，一天了，只等到一个穷酸新人吗？今天的业绩看来又要垫底了。好的，我东西不是很多，请您算算多少钱？就你这样的新人，能有什么好东西？我猜顶多……您看，这一批是我打到的几10张巨力黑猿尸体，而这一批是我打到的19个金银宝箱。啊，不好意思啊，请问还能看见我吗？想问一下，这些一共能卖多少钱？这小哥是从狩猎工厂来的吗？别人都是按个儿卖，他怎么论批啊？您不用担心，正巧我是这儿的销冠，今天就由我来给您结算。原来是大客户，这单拼了老命也得拿下。啊，那麻烦了。这位大客户，这边您的尸体卡牌能卖1万鬼星币，而金银宝箱盒里面的东西能卖17万鬼星币，所以一共能卖18万鬼星币呢。18万鬼星币？鬼星币是鬼星货币，1鬼星币能换10圣曜币，算下来就是180万圣曜币，这样就够哥哥的医药费了。现在，和为指挥约定照顾好大哥的赌约也算完成了。我不用加入军方，可以回地球去安排大哥住院了。喂，等等，上次白陪我算卦的那个，等等。那个，上次我推荐你去国王谷没错吧？你应该收获满满，还宰了几个没礼貌的人吧？啊，去国王谷确实帮了我大忙，多谢了。那能不能看在这件事的份上，答应我一个小小的要求呢？行，你帮了我这么大的忙，有啥事你尽管说。那个，就是我言想加入你的队伍，请您让我今后和您一起并肩作战好吗？告辞。这就走了，还是这么现实吗？啊，果然还是老样子，被军方定义为废物的角色，怎么会有人要吗？唉，果然还是老样子，被军方定义为废物的角色，怎么会有人要吗？唉，算了。喂，我知道你喜欢免费的东西，你要我身上的装备吗？免费送你。或许这是我最后一次登陆鬼星了。最后一次？你也是穷人吧？你想永久下线，不想继续在鬼星赚钱了吗？唉，我也想啊，可我赚不到啊。毕竟哪个队伍会要一个只能在战斗中算卦的废物呢？当初风水师职业刚刚出现时，我靠着军方的扶持，顺利升上20级，并转职成了算命先生。但风水师初始天赋只是对天时地利人和感知强些，而转职成算命先生后，也只是多了个算卦技能。军方在发现算命先生对实战毫无帮助后，就放弃了我们。我们也因为战斗能力太弱，而没人愿意带我们组队，等级一直止步不前。没人带队打怪，我每天只能在鬼星上混日子。要是回地球当拾荒者，干苦力什么的，起码不会坐吃山空。那很辛苦的，我哥身体就是这样熬垮的，你一个女孩子扛不住的。扛不住又怎样？地球上我可是还有弟弟妹妹的，家里就我一个顶梁柱，我可不能扛不住。没事，大哥能扛住的。
你们快快在家，别偷跑出去啊！想当初大哥也是这样。大哥本想来鬼星发展，立志日后成为打击兽神的强者。但他在收养了我和妹妹后，怕我们没人照顾，于是放弃了来鬼星的机会，直到熬垮了身体。好啦，你在这等我，我去寄存处把我的东西都取出来给你。今天过后，我就得永久下线，回去和生活对线了啦。等等，下次吧。嗯？我叫江凯，我现在也要下线了，但不是永久的那种。下次上线，我要是还能找到你，我们就组队吧。啊？真的？真的，要是骗你，就让我一辈子赚不到钱。你这人那么抠，那么在乎钱，敢说这话，就一定是真的。谢谢你，你果然是好人。你说什么话呢？好话。大哥，三妹，今后你们就不用上班了，我赚到钱了。真的？二哥，你哪来的钱？不违法吧？什么话？我都是在鬼星上赚的。明天就能安排大哥做手术了，你也能回去学校好好学习了。小凯，这段时间很辛苦吧？没什么，比起大哥把我们两个孤儿养大的辛苦，我在鬼星上的经历根本不值一提。大哥你放心，之前一直是你在照顾我们，现在我有能力了，一定会让你们过上好生活。作为末世相亲相爱的一家人，干杯！喂，江凯，赌约是你赢了，你现在有时间吗？待会儿我会派人来接你去看个东西，你一定要过来呀！是魏指挥。就是这儿了。这么多年，我小时候住过的城市，已经变成这样了。啊，魏指挥，不知道您叫我来是？那是超凡者在和兽神战斗。目前鬼星的探险者，虽然每20级可以进阶转职一次，但1至80级探险者的力量仅限在鬼星上使用，而超凡者不一样，因为当探险者进入81级到120级的阶段，成为超凡者后，就发生了质变。因为那时原本只能在鬼星上才能使用的力量，就被提前带回地球使用。这超现实力量的出现，不仅是人类军事史上的一次巨大变革，这也是当今人类对抗兽神的最有效的手段。击杀了，好强！哼，强吗？你可知道，这只是一只普通的兽神，但就为了解决这家伙，我们已经牺牲2名超凡者了。什么？江凯，如今人类的形势并不妙，你别在安全区住久了，就忘了居安思危。这次的赌约是你赢了，我会遵守约定，不强求你加入军方。皇家那边，我也会额外出面，叮嘱皇家人别动你。很奇怪，我为什么这么关注你吗？因为我这人相信直觉，而我的直觉告诉我，你未来或许能成为强者，强到整个圣耀都需要你帮助的那种强者。但我知道，在这末世，你只想保护你的家人，毕竟加入军方就要上战场，而上了战场就意味着随时可能死去。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世上总得有人站出来去和那帮怪物战斗吧。
或许有一天，我也会战死沙场，但作为一个圣药国的人，若能做到为国、为你们而死，我心甘情愿。魏指挥，江凯，我不干涉你的选择，但若是未来圣药处于危难之中，我只希望你能在有余力的情况下，要为圣药而战。之后，江凯在地球休整了数日后，再度回归了鬼星。没想到魏指挥那么看好我，未来我真能强到被圣药需要。算了，还是先管好自己吧。国王谷距离黑渊已经没挑战性了，也该去刷下一个怪了。幽灵女妖，精英级怪物，伤害极高，能秒杀探险者，攻击带有破胆效果，并拥有幽灵体质。破胆，女妖的尖笑能使10米内的探险者无法移动，产生强烈恐惧。幽灵体质，只有来自10米范围内的攻击才能对女妖造成伤害。好强的怪物，10米内会被破胆秒杀，但10米外又无法对其造成伤害。这怪物看起来可比巨猿棘手多了，没有队友啃不下来啊。胡言，你不会从我上次下线就一直在这等我吧？哇，凯队，我就知道你会回来的，我等你好多天了。我一直记得的。凯队，那接下来是要带我去打怪了吧？我给你找了个很厉害的队友，我算出他会对我们打怪很有帮助。怎样，你要不要他？哦，对打怪很有帮助，那行啊。不过你居然也能找到队友，总不会是酒鬼吧？你好，我叫阮宇，我是酒鬼。哎，人呢？我不要！凯队还是这么现实啊！凯队，你就带上阮宇吧，他吃苦耐劳，很听话的。阮宇还会给你烧火做饭、捶腿捏肩，甚至他说只要你愿意带他组队，那他愿意在入队后1点不分战利品。阮宇同志你好，我是队长江凯。我刚刚第一眼看到你就觉得你是个人才，今后你就是我队伍里的一员了。今天作为队长，我就义不容辞的带你们去刷幽灵女妖。毕竟从今以后，我们就是一个 family 了。走吧！哈哈哈哈 ！We are family。咱队长这么现实吗？是啊，不是 family， 只因你 free， 咱队长老抠了。各位，女妖可是比黑猿还强几倍的怪物，一旦暴露就会被秒杀，我们千万得小声点。而且要注意，只有10米内的攻击才能伤到女妖，所以我们必须保持安静，找机会接近。是。队长。嘘，胡言，小声点。啊？队长。嘘，胡言，安静。队长，我没说话啊。队长。不是你，那是谁在喊？队长，看我找到了什么！感谢你，我敬您一杯。
什么呀？胡言，你不是说他入队会对打怪很有帮助吗？啊，我那只是随口一吹的。警告，状态异常。好恐怖！这女妖好强，居然完全动不了了。队长，我们打不过的，不如我们都死吧。哇，这怎么有美人？这种地方怎么会出现如此美人呢？敢问您是来找我的吗？哦，一定是命运让你我邂逅 ，Beautiful Lady， 让我好好看看你。Yes， 这水光肌真滑。破胆消除，能动了。什么情况？女妖是被阮宇给控制住了吗？女妖的破胆尖效也是有冷却时间的，必须趁女妖发出第二次破胆攻击前，赶紧解决。Lady， 让我来个法式热吻吧！以后你就是我的老婆。啊，我老婆呢？击杀精英幽灵女妖。漂亮，解决了。哇塞，队长居然能秒杀精英女妖！你们居然把我刚娶的老婆炸了！那可是我此生唯一的 love 啊！失去她，我这辈子都不会再爱了！我的王妻呀！对了，阮宇他经常发酒疯吗？是的，阮宇是酒鬼，会忍不住喝酒，而且喝醉后有神丑倾向。那队长，我先去给你拿女妖的金银宝箱和尸体卡啦。对了，刚才阮宇明明也中了女妖的破胆，但他为什么没被破胆影响，而且还能反击女妖？酒鬼最被人嫌弃的一点，就是喝醉后会意识失控，但这看似是致命的缺点，却能无视女妖的破胆吗？如果是这样的话，队长，阮宇不就是用来骗出女妖破胆尖效的天然神器？嘿嘿嘿嘿。海队怎么忽然笑得这么邪恶？就决定是你了，去吧，阮宇！杀！有人是美人了！美人，你怎么看见我就流口水啊？你是馋我身子吗？正巧我也馋你。哦 ，Come on baby， 遇见你我又再爱了。今晚就让我俩做起爱情的小火苗吧。好，技能果然被骗出来了，可以近身攻击了。好，技能果然被骗出来了，可以近身攻击了。探险者江海击杀精英级幽灵女妖。你们又把我老婆炸了 ！Oh God！ 我诅咒你们这些坏蛋不得好！漂亮，趁阮宇没醒酒前，赶紧去刷下一个女妖。Yes sir！ 哇！别炸我的新11号老婆呀！嘿嘿。我的第23位老婆又被这俩畜生炸了！不要啊！放过我的第35号老婆！嘿嘿，太棒了！没想到靠阮宇一下拿下了35个精英女妖宝箱，直接把国王谷女妖都杀完了。这效率我做梦都不敢想啊！而且击杀完35个精英女妖后，我都连升2级，升到14级了。而代价只是一个心碎的阮宇。胡言，
你算出阮宇有用，果然没错呀。那是，而且我们就当帮阮宇锻炼跟女朋友分手后的心理承受能力吧。锻炼心理承受能力？你俩是真的狗啊！阮宇，你是这个，你是畜生。而且不止这些，我还在女妖小屋里收集到2张可额外学会一个技能的技能卡。第一个技能是祈雨术，给精神力强的人使用，可施展大范围的爆力。地形合适时，高等级强者甚至能凭空造出湖泊和河流，在实战中能起到奇效。胡言，你到29级了，精神力比我都高，这个技能给你学了。技能卡？真的吗？谢谢凯顿，我终于有算卦之外的技能了，我终于不再是战斗时只会算卦的废物了。凯顿，以后你永远是我大哥，请收小弟一拜。哇，别这样，这是你应得的。我不再是废物了。而另一张技能，则是给隐藏职业的一次性技能点。此技能点使用时，能激活隐藏职业的一个额外技能，但额外技能只能使用1次，使用后消失。是吗？那就激活。虽说只是一次性，但若是隐藏职业才能激活的技能的话，那就必须试试看了。恭喜隐藏职业赌徒激活额外技能赌场扒窃。当赌场扒窃开启后，周围没有一个探险者关注到赌徒，赌徒都将窃取到关注者1/1000的总属性增加到自身。30分钟后，技能和增加属性都将移除。啊，技能效果就这吗？是的。啊！这么珍贵的一次性技能，却只能窃取别人1/1000的总属性，还半个小时后就消失。我现在才200多总属性，算下来一人也就窃取0.2，这有什么用啊？我怎么了？是睡着了吗？为什么我有种心痛的感觉？鬼星第一深情，忘了你昨晚同时35个老婆啦？这种地方怎么会出现如此美人呢？敢问你是来找我的吗？正巧我也差你。我跳起来了，昨晚我居然……海队，抱歉，我给你拖后腿了。我是酒鬼，就是会忍不住喝酒。你要是对我不满意，我可以离队。说什么呢？你可是昨晚的大功臣。来，这装备归你。要是没有你，我都指不定被女妖秒杀多少回了。你才是这一趟的队伍核心。不，凯顿，我不要。我说了，你能带我入队就够了。拿着吧，我说什么都不会亏待队友的，而且装备胡言也有份。啊！凯顿，胡言，你也过来拿装备吧。这是真的吗？真的吗？凯顿，今后我们跟定你了，我们收拾你的鬼，这是你的死鬼！喂，你们俩怎么又？大客户又来了，不得了！今天您的怪物尸体加宝箱的总售价达到了84万鬼星币哦！太好了，这么说就是840万圣瑶币，这下大哥和英子今后的生活花费也完全够了。而且现在不止生活花费够了，卖完战利品，我还留下了2件适合我的装备，一件是暗夜长裤，和之前的暗夜披风是套装，作用是能前行不被发现。装备暗夜长裤，品质 F 级，可在夜间进入隐身状态3分钟，冷却时间3小时。第2件是幽灵革甲，可以在关键时虚化，用来躲过致命攻击。装备幽灵革甲，品质 A 级，每10分钟可以发动1次虚化，免疫1次物理攻击。而手套的效果也鉴定出来了，手套火焰确实能继承我的爆伤，简直是我的神器。
装备：纵火犯手套，品质 F 级，可让武器附带普通火焰和范围点燃的效果。附着于武器上的火焰继承使用者以及武器的暴击率和暴击伤害。现在的我，感觉比之前强了很多。目前就算是和2世纪以上的探险者对战，我也有信心获胜。队长，您在这儿啊！我给你改造了下追命。哦，阮宇，你……总之，你先看看效果吧。阮宇，你做什么？炸了你35个老婆还是记仇了吗？回来！凯队，我看你战斗时经常要去捡追命，很麻烦，我就帮你在追命上加了强力磁石，以后你可以靠强力磁石直接把追命吸回来。真的？这么说，我再也不用担心手里还剩多少追命了。而且刚刚被吸回的追命，在飞行中也能对物体造成伤害。没想到你是个天才改装师啊，阮宇。这都我自学的。这个改装对你真的有这么大的帮助吗，队长？真的，我对天发誓。这怎么？啊，队长，你在骗我吗？凯队，是我初步学会奇语术了，虽然感觉没啥用的样子。哦，原来是胡言。胡言，这技能怎么会没用呢？你看看，这些人都在因为你躲雨。你如果能让雨再大一点，大到能严重阻碍敌人行动的话，那敌人就能成为我的活靶子，到时候想杀谁就杀谁。真的吗？原来我能这么有用，那我一定会努力练习奇语术的。加油！现在队伍里阮宇能冲锋陷阵，胡言又有了奇语术，不只是我，连我们整个小队都变强了。这什么破雨啊！真要带去永动岛的装备全淋湿了，待会皇家怪我们迟到怎么办？皇家？等等，3位大哥。请问你们说到的皇家是有什么事吗？你家里是没通网吗？皇家玄武工会要带20万人去永动岛狩猎王级 BOSS， 打赢 BOSS 可是能帮国家扩大鬼星领土的。所以除了皇家，还会有很多其他探险者来帮忙清剿怪物。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么重要的消息你都不知道？快走，别理这人了，去晚了可是要挨罚的。皇家要为国狩猎 BOSS， 难道说黄伟也会去吗？如今兽神在地球肆虐，每个国家只有从鬼星获取到资源，才能去对抗兽神。但鬼星资源都被各种 BOSS 占据，只有打败 BOSS， 国家才能开辟新的领土，获取资源。而鬼星上怪物等级从低到高分为普通级、精英级、战将级、统领级、王级 BOSS、地图 BOSS、守卫之主。其中王级 BOSS 就是需要集合几10万人才能与之一战的恐怖怪物，而皇家居然要带领玄武工会为国征战做贡献吗？难道黄伟一家改邪归正了，成为了魏指挥说的心怀天下的那种人吗？命运之主当异变降临人间，每周6更新，和江凯一起拯救地球。难道黄伟一家改邪归正了，成为了魏指挥说的心怀天下的那种人吗？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世上总得有人站出来，去和那帮怪物战斗吧。黄伟都这么做了，那我是不是也该去永动岛，为国出一份力呢？凯顿，永动岛你说来就来，你就不买点防寒装吗？我一开始也没想到会这么冷啊！喂，你们是哪队的？不知道没开战前湖面上不能走吗？
那个，我们也是第一次来，为什么不能走？为什么？你们是哪儿来的菜鸟？众所周知，永动岛的下方是怪物的巢穴。你们这样冰面上走，不知道会惊动下面游荡的鱼人吗？等级22级。那是鱼人。哼，3个蠢货。22级的鱼人可是需要人均20级以上的队伍才能对付的。而且众所周知，鱼人擅长近身攻击，一旦被鱼人近身缠上，那几乎就是必死的局面。快对！小心！幽灵铠甲，寻获！哼，我还以为有多厉害，原来不过是一条杂鱼而已。什么？不仅躲过了鱼人必中的近身攻击，而且需要人均20级的队伍才能解决掉的22级鱼人，被他一个10几级的秒杀了。活动下筋骨之后，果然不冷了。回来吧。现在我的力量是76点，只要触发暴击，最低都是15200点伤害，而且这还是没算上追命的爆伤加成的。但就算只根据我现在最低的暴击伤害去估算，目前我这伤害放在20级左右的阶段，不管是怪物还是探险者，应该都扛不住我一下暴击。卡对，我帮你把鱼人尸体卡进来了。谢了，我们快上岸吧。对了，3位大哥，我想问一下，你们知道玄武公会的黄伟在哪儿吗？哎呀，大神，您这什么话？我们哪算大哥？我们是您小弟，弟中弟呀！正巧我们知道黄伟少爷在哪儿，那咱3弟这就给您指路哈。不想让胡言和阮宇掺和上我和黄伟的事，就没让他们过来。不过那3个大哥不是说黄伟就在这附近吗？怎么找不到呢？江凯，黄伟。黄伟，知道你们家要带头攻打 BOSS 后，我对你刮目相看。我觉得我们可以放下恩怨，我也愿意在永动岛上贡献一份力。黄伟，你做什么？我是来和你和解的。和解？杀我在先，让我做了那么久的心理治疗，现在你跟我说和解就要和解？知道上次我被你当众杀了之后，我有多想找你复仇吧？军方下令让我家别动你，那怎么行？于是我主动参加讨伐王级 BOSS 的战役，就是想用这份功劳来要挟军方别再保护你。你讨伐王级 BOSS 的目的只是这个？是啊，但我没想到你会主动找上门来。既然如此，那就让我先虐杀你，再用帮助讨伐 BOSS 的军功去军方那儿将功折罪。原来是我想多了，没想到你还是那个小人黄伟。但你想杀我的话，我劝你们还是一起上吧。毕竟你们猎鹰5队可是被我团灭了。你能团灭猎鹰5队，肯定是靠军方的暗中保护。咱们少爷10级加一身 S 级装备，杀你还需要帮手？就是，这小子菜的我都……等等，命轮之主当异变降临人间，每周6更新，和江凯一起拯救地球。这小子和少爷同期的，怎么这么快就14级了？什么情况？为什么有火？救我！快救我！什么情况？少爷身上的火是普通火吧？但为什么伤害那么高？你们少爷死定了！如果不想像他一样，就不要拦着我。不，我没死。我的装备能锁住1%的血量，不让我直接死亡。
但我已经……快，你们快替我去杀了他！要给我把他狠狠折磨死！是。还要继续送人头吗？正好，就拿你的试试，杀了强力磁石的追灭。打出那么多飞镖，一个没中，你这什么准头啊？不会是看到我们都是30级左右，就吓得手抖了吧？我先上了。难道没听说过？枪打出头鸟。这飞镖怎么飞回来了？而且这10几级的小子，怎么把32级的队长给秒杀了？还没完呢！召回。这什么技能？伤害怎么这么高？难道这小子是暗中吃老虎的大神吗？蠢货！你们难道看不出来，他擅长远程攻击吗？一起上啊！你们俩一起近他身不就行了吗？是。哼，江凯一定是擅长远程攻击的刺客型职业，伤害高，但只要被近身就一定会……不要啊！哼，一个废物和一群废物有什么区别吗？不可能！明明等级差距那么大，你是怎么做到的？本来咱俩的恩怨我打算一笔勾销的，但你实在太让我失望了，黄伟。总之你是铁了心想杀死我是吗？你想做什么？没什么。你想杀我，那我也不能不回礼嘛。听说你上次被我杀出心理阴影了，那这次干脆让阴影再大一点点。还是击杀探险者经验多呀，没想到杀了4个30级左右的，加一个废物黄伟，就升到17级了。警告：由于您击杀超10位同阵营探险者，获得嗜血杀手惩罚。嗜血杀手惩罚状态：处于该状态时，将被周围所有玩家察觉到所在位置。被击杀时，被掠夺的经验将提升至3倍。使用10滴忏悔之泪，可消除嗜血杀手状态。啊！嗜血杀手，这不是鬼星上人见人打的严重惩罚称号吗？得到这个惩罚的人，相当于变成了一个人人都能感应到位置的移动经验包，人见人杀。而且我的加倍天赋最多还可能把惩罚给翻10倍，所以要是倒霉点，那死一次我就会被人掠夺30倍经验，甚至可能直接被掠夺回1级。坏了，以后千万不能去人多的地方了，而且得想办法找忏悔之泪消除这状态。什么？黄伟被人杀了？你们怎么做的，看护？我都打好噱头，说是我们黄家父子3人一起为国而战，结果他死了，这不是让我在全国人面前失信吗？父亲，那接下来怎么办？直接开战，我们直接去拿下王级 BOSS， 等拿下 BOSS， 我们就能以军功要挟军方，别再护着江凯。到那时，我要让那江凯付出最惨烈的代价。哎，卡顿，你身上怎么多了个称号？嗜血杀手。嘘，小声点，别暴露我。哎，卡顿，你身上怎么多了个称号？嗜血杀手。嘘，小声点，别暴露我。现在我没时间解释发生了什么。总之，我现在彻底和皇家结仇了，我们得赶紧离开这儿。啊，卡顿，你不是来？什么声音？这是战争号角，怎么现在响了？难道
皇家提前开战了。凯队，快看那！你看冰湖，冰湖居然裂开了！那是。王级 BOSS 冰封鱼人领主，等级未知，生命剩余100%。那就是 BOSS 吗？好有压迫感。我害怕啊！战场上的战士们，王级 BOSS 冰封鱼人领主已经引出来了，所有人准备好迎战。此战若是胜利，你们不仅能得到丰厚的报酬，还能帮助圣耀拿下领土资源，让你们的家人在未来免遭兽神的侵害。所以，不管是为了当下还是未来，我们都必须拼上一切来赢得胜利，哪怕是为此而亡。战士们，当箭矢离弦，就已经没有回头路了。那么，此次王级 BOSS 战正式开战！凯队，我们还是走吧。20万人的战场，这就是王级 BOSS 战吗？不，现在不用了。只要开战了，皇家应该就没空管我。我们就留下来看看王级 BOSS 战，好长长见识。普通级双足鱼人，等级25。大家别怕，不就是一条臭鱼吗？我们人多势众，直接跟他拼！救我！好痛！谁来救我？什么？鱼人会吃人吗？好恐怖啊！这原来一只普通鱼人，对探险者来说就这么强吗？而且感觉鱼人的数量很多。据说这场 BOSS 战，只要 BOSS 不死，鱼人大军就会源源不断出现。所以此战的关键，并不是20万探险者和鱼人大军的战斗，而是超凡者和 BOSS 的战斗。注意，我们8人小队已经突入 BOSS 区域。所有成员都拿出全力，状态调整到最好。我们要尽可能的对 BOSS 造成最大化的伤害。好强！这就是超凡者吗？看样子 BOSS 要被打死了。不，我看情况不妙。他们的技能看似很强，但我通过鬼眼专注看到他们，似乎连 BOSS 的防都没破。未能击穿防御。什么？居然连 BOSS 的防御都没！什么 ？BOSS 一击把8位超凡者全杀了！这一击就击杀8个超凡者，还那么轻松，这就是王级 BOSS 的实力吗？刚才8个超凡者合力出手都死了，现在怎么有人敢1个人就上了？别去！完了，又要死一个！什么？这人居然接住了 BOSS 的攻击，好强！臭东西！刚才我队友只是故意以身赴死，你不会真以为我们是你随意一击就能斩杀的吧？你不会真以为我们是你随意一击就能斩杀的吧？今天我就代表我死去的战友。天赋，王者的祝福发动，周身每死去1个超凡者队友，将获得25%力量提升。拿下你！击破 BOSS 护甲。
太强了！那人居然能击穿 BOSS 的防御！啊，这大神有希望击杀 BOSS 啊！哼，真以为我们玄武宫会弱吗？刚才被杀的超凡者，都是我们为了给蒋放提升力量的预谋。因为蒋放本就是以一当十的强者，再加上王者的祝福，提升200%力量后，现在蒋放一人就堪比一支20人的超凡者军队。所以，现在只要战局不出什么意外的话，那么此战，加油！必胜！不好，父亲！我突然检测到永动岛后方有大量海鱼人在赶来。嗯，海鱼人？你是说海里的鱼人大军被召唤来了吗？对，怕是来了几百只，而且都是30级以上的精英海鱼。这糟了！现在蒋放能安心打 BOSS， 是因为我们稳定了战场。现在战场上根据5种鱼人的级别，分为了5个区域，分别是普通、精英、战将、统领和 BOSS 区。每个区域我都安排了大量的人手和鱼人交战，致使战场形成了一种平衡。但要是后方防线被破，导致战局混乱的话，那不但会导致蒋放不能击杀 BOSS， 相反我们20万人都会死在这里。蒋放击杀 BOSS 至少需要30分钟，这些海鱼人还有多久到达战场？我看看，最多。警告：大量海鱼人逼近中。最多10分钟。探险者江海击杀精英海鱼人。海队，周围怎么突然来了这么多海鱼人啊？我们赶紧离开这儿吧。现在要走吗？现在战场上似乎处于一种微妙的平衡。如果这批海鱼人没人拦住，或许会导致整场战斗失败。皇家是我仇家，他战败我很乐意看到。完了，这下怎么办啊？但是被喊来作战的20万人和圣瑶的未来却是无辜的。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世上总得有人站出来，去和那帮怪物战斗吧。胡言软语，我们不走。不但如此，我还需要你们把周围的海鱼人全都引到我这儿来。我要一个人把海鱼人全部解决。队长，别打了吧！很多人都探查到后方有大批海鱼人逼近，那些海鱼人也包围过来，就全完了。我们还是抓紧逃吧。是啊，是啊，死了可是要1个月不能上线的呀。1个月不能赚钱，我家会被房东赶上大街的。不用跑。啊，队长，你们难道没发现吗？从开始探测到海鱼人已经过去10分钟了。说好的海鱼人10分钟到战场，但现在却一直都没有出现，这说明了什么？啊，对啊，为什么一直都没出现？难道后方有超凡者出手了？不对吧？皇家明明没在那儿安排部队啊。这说明后方应该有很厉害的人物出手了。不过能挡住那么多海鱼人，应该有一批很强的精英探险者在辛苦作战吧。上次敢对我张开嘴的，那坟头的草，几米高了。探险者江海击杀精英海鱼人乘2。已经杀20多只海鱼人了，但这些海鱼人总是1只2只的过来，杀起来还真有点慢。海队救命啊！我把这边的海鱼人都引来了。凯队，我这边也。漂亮，接下来交给我就行，你俩快躲起来。海队，引来这么多精英级海鱼人，你杀得完吗？是啊，凯队，你刚才杀1、2只都费劲儿。确实，我目前单杀1只2只是有点费劲，但你不知道的是，
其实比起单杀，我更适合群攻。探险者江凯击杀金鹰海鱼人257只。什么？这是凯队的实力？才10几级的群伤就这么夸张？后方怎么发生大爆炸了？父亲，后方的海鱼人好像大面积消失了，是您请的军方赶来了吗？军方？不应该呀！我刚刚才去联系的军方，军方赶来的效率能有这么快？罢了，既然军方来了，就通知所有人平衡好战场，好让蒋放一人安心解决 BOSS。是。BOSS 当前生命值剩余65%。漂亮 ！BOSS 的血量打掉1/3了，咱们能赢啊！当心，掉血1/3 ，BOSS 进入第2阶段狂暴了。BOSS 狂暴阶段，攻击速度会快到几乎不可能躲，所以现在蒋放只能硬接下这波攻势。能否战胜 BOSS 的关键，就是看蒋放扛不扛得住了。探险者蒋放生命值剩余5%。小心！那位大神是要扛不住了吗？你以为你这点伤害就能够杀死我吗？超凡天赋，战意化甲，来呀！ BOSS 受到反弹伤害。强的铠甲，不仅能免疫伤害，还能反弹伤害，这就是超凡天赋吗？有希望斩杀 BOSS 了，我们坚持住！哼，我说过，蒋放可是我们精心挑选的王牌，他的超凡天赋可是能在90秒内把50%的伤害反弹给敌人，而 BOSS 此时又正好处于攻速极快的狂暴阶段。BOSS 血量剩余35%。也就是说，只要 BOSS 攻速越快，那 BOSS 的血量也就掉得越多。嘿嘿 ，BOSS 才一会儿就掉了30%的生命，只要这样保持下去 ，BOSS 就已经是我皇家的囊中之物了。失去防御，生命值剩余1%。什么？这大神败了吗？这怎么可能？这，父亲，大意了。这 BOSS， 难道这 BOSS 居然还有没被发现的破甲技能吗？这，完了，完了！此战最大倚仗就是蒋放，如果连蒋放都倒下了的话，那此战必败。救命啊！王牌都倒了，打不过了！啊！我们怎么办啊？快逃！柱子，暖暖，我错了，我不该带你们来这儿的。我只是为了证明自己比你们常说的江凯强，才带你们来这儿的。但江凯都没带你们死过，而我却要带你们死在这儿了。我真是一个失败的队长。林彪队长，有人吗？有人能救救我队长吗？我已经没有一点精神力可以用来治疗了。要是杀不掉，敌人大军会源源不断的出现。要是再没人出手，这样下去，大家就都要死了。难道就没有人？难道就没有人能救救大家了吗？这是召回啊！那个是哈，自凯，周子，暖暖，好久不见，我要去打 BOSS 了，你们保护好自己。周子，暖暖，好久不见，我要去打 BOSS 了，你们保护好自己。凯说什么？他要去打 BOSS？ 我没听错吧？而且，为什么我能清楚地感知到凯的位置？我也是。
这是……等等，为什么我感应到有个人在附近？我也是，我脑子里也感应到了，这是嗜血杀手的效果。凯顿，你做什么啊？你忘了你现在的状态了吗？你顶着那称号下去，是会被20万人盯上的。本来都准备等死了，没想到还能碰上个嗜血杀手。杀嗜血杀手，可是能掠夺很多经验的。那还不如在被鱼人杀死前，先宰了他再说。哼！凯被那帮人杀了吗？凯！仅仅是我一个暴击，就承受不住了吗？那小子伤害怎么那么高啊？他不是10几级的菜鸟吗？这是什么情况？啊！凯居然没事儿！是凯解决了那些人吗？凯太强了！这就是江凯吗？被这么多20级以上的人围攻，还能全身而退？这不可能吧？父亲，我忽然感知到那个杀了小伟的江凯出现在了战场里，而且似乎是朝着 BOSS 的方向奔去的。江凯，这会儿还管他干什么？他难道能击杀 BOSS 吗？现在该管的是怎么让这场仗损失的少一点。可是为什么我心里有种不好的预感？为什么我会隐隐有种江凯能杀掉 BOSS 的不妙感？哼，没想到我居然还是忍不住参战了，帮皇家打 BOSS 这种事，换以前的我肯定是不会做的。若是未来圣耀处于危难之中，我只希望你能在有余力的情况下为圣耀而战。但谁让我答应过魏指挥呢？如今国家处于危难之中，需要更多领土去获取资源，而我也恰好有一点余力。AI 智脑，我要发动之前获得的那一个一次性技能。赌场扒窃发动。原本我还想着这个一次性技能只能窃取关注者0.1%的属性，能有啥用呢？没想到在这种场合下派上了用场。开始窃取关注者0.1%的总属性点。那怎么跑来了一个嗜血杀手？我也感受到了，我也是。要知道现在我可是嗜血杀手的状态，几乎战场上所有的人都能关注到我。虽说每个人只能窃取1/1000的总属性，微乎其微。看，嗜血杀手在那儿！我也感知到了。在这里可是有20万人，就算20万人每人只能窃取0.1%，但只要汇集起来，那也将会是一个极其庞大的数字。糟了，父亲！现在那江凯在朝 BOSS 跑去，他真可能会抢掉 BOSS。啊？为什么？父亲您看，我的腕表忽然评估到那江凯的属性变得非常恐怖，甚至他的总属性好像超越了蒋放。什么？杀人！冲开！战将级沙齿鱼人51级。这江凯面对战将级鱼人，居然都不躲吗？哼，虽然不知道现在他身上的属性是否真实，但沙齿鱼人的撕咬可是60级探险者都必须提防的技能。看来他只能止步于此了。别等等！什么？能用武器？他用拳头就击杀了战将级鱼人，这属性难道是真的吗？他不会，他不会真能上 BOSS 吧？统领级鱼人74级。自量力，统领级鱼人的吼声是要有特殊技能或装备才能免疫的，他空有属性能有什么用？那小子还真是什么都不懂，就这还想去抢 BOSS，简直是痴人说梦！啊！
小心啊，凯！我软语一声，落雨人。美人，我也不比我队长差吧？你别光勾引我队长啊！这回总不会有人来炸我的老婆了吧？美人，让我给你一个跨越种族的吻吧！哟，性子挺泼辣的嘛，我就喜欢你这么有个性的。状态醉生梦死，可大幅降低受到的伤害，但会让人神志不清。这是谁的部将？太恐怖了！居然能无视愚人统领的吼声，还硬扛了一记攻击，居然一个人就吸引了愚人统领的仇恨。阮宇怎么跟来了？我不是叮嘱他们俩不要跟过来吗？队长，你不会以为我们会丢下你吧？我的无敌奇雨术！队长，你快走，格尔也坚持不住多久的，他跟愚人统领等级差距太大了。愚人老婆，我又来了！你们，好吧，真是拿你们没办法。那女的发动了奇雨术，这玩意儿能有啥用啊？这么多鱼人，难道还会被雨水呛死吗？那这里就交给你们了。哼，这些人连基本的物理学都不懂吗？不对，大家快看天上，天上落下来的不是雨，而是超大型冰雹！啊！是啥玩意儿啊？不是奇雨术，是冰雹术吗？而且为什么不分你我全都打呀？救命啊！利用永动岛的极寒天气，奇雨术当然会变成大冰雹了。以前我一个攻击技能没有，现在我能一次揍20万人，爽啊！凯对，你说过的，只要我的奇雨术能阻碍敌人的行动，那么敌人就会变成你的活靶子。现在我的冰雹吸引了愚人的注意力，他们放不出吼叫技能了，你可以轻松杀过去打 BOSS 了。胡言！队长，要记住我们是一个团队，你不要一个人战斗。你们终于击杀你这统领愚人了！你们又杀我老婆！是啊，我为什么要一个人呢？胡言软语，是我小看你们了。那托你们的福，这些碍事的家伙，我就先解决了。哎呦！什么？江凯把统领级愚人都杀了？我们10几个团队才能抵抗到现在啊！这实力到底是什么怪物啊？凯，太好了！哼，我现在增强的属性本身就强得可怕，只要是在触发暴击，现在谁也拦不住我。终于到你面前了，刚才远远的看你还挺厉害的，但怎么走近才发现，你原来那么丑啊！当前 BOSS 生命值剩余35%。不可能吧？那小子真去到 BOSS 面前了？难道他真的要？凯，加油！上个凯，上个队长！好。完了 ，BOSS 又要发动狂暴攻击了，那速度和伤害，江凯一定扛不住的。BOSS 这速度很快了，明明慢的可以躲开。之前那皇家王牌，为什么要选择硬扛啊？哼！我刚刚没看错吧？啊，这是人能做到的吗？一下没打中，这小子居然躲过了 BOSS 所有的攻击！哇，厉害呀，凯！不愧是队长！他这是敏捷比 BOSS 还高吗？怎么可能？
给我滚开！当前 BOSS 生命值剩余25%。从35%到25%，那嗜血杀手居然一击打掉了 BOSS 10%的血量。混奖放了也得打10分钟吧？他这是什么伤害啊？什么 ？BOSS 居然蒋峰都没能让 BOSS 起身应对，这小子，队长一定可以的。居然逼得 BOSS 不得不使出全力了吗？你这2条腿，终于知道用了。同样的招式，我可不会再中1次了。就这。好长的一击！那嗜血杀手被打中了。打中？你们想太多了。哼，我看你这样子，不会是没了武器，就不知道怎么打了吧？什么？他居然连 BOSS 的武器都摧毁了！我是什么怪物？鬼先生有把 BOSS 武器打爆的先例吗？好了，跟你打感觉太浪费时间，我快得了结你了。当前 BOSS 生命值剩余15%。这边继续。当前 BOSS 生命值剩余5%。是想说我大不敬？你还给我露出这副高高在上的嘴脸，我早就看不惯你那副傲慢的愚人王嘴脸了。你也是时候给我。什么？这……天哪！哼哼，倒下了。当前生命值剩余0.1%。这什么？他居然把 BOSS 打倒了！而且还是毫发无伤的把 BOSS 打倒的。卢俊，你说黄通着急忙慌的请我们军方来帮忙，结果等赶到这儿，怎么都不需要我们出手了？是啊，我也万万没想到，此战的翻盘点，居然靠的是魏指挥特别看好的那位年轻人。哼，冰雹雨停了 ，BOSS 也该解决了。不行 ，BOSS 就剩1丝血了。绝不能让江凯击杀掉！玄武公会所有人都给我听令，立即放弃和愚人的战斗，都给我不惜一切代价去击杀那嗜血杀手！谁能击杀嗜血杀手，我奖励5000万生药币。但如果你们让嗜血杀手抢掉了 BOSS， 那你们所有人在战后1分报酬都别想得到！什么？5000万我不指望，但要是拿不到报酬，我家下个月怎么活呀？是啊，我孩子还需要治病啊。那现在还管什么愚人？赶紧去杀嗜血杀手啊，不然我们都完了。杀他！杀了那嗜血杀手！对，杀了他！冲啊！杀了他！杀！皇家本来就拿不下 BOSS， 现在看到我能拿下，就要挟众人来杀我，还真恶心啊！喂，皇家王牌大哥，
你还没死吧？啊！嗜血杀手，你找我做什么？你打残了 BOSS， 为什么不去击杀？哼，我这人是擅长把怪打成残血，但谁说我要跟你们抢 BOSS 了？我要是抢 BOSS， 皇家家底厚，不会受到多少伤害，跟着被皇家拿报酬要挟的20万家庭可就苦了。所以你代表皇家是吧？那现在就请你来补最后一刀吧。什么？你冲啊！快点吧，你再不动手，他们就都要来砍我了。你就当是为了我好吧？好，我知道了。那么，多谢了。BOSS 当前生命剩余值0%。这是击杀了！玄武工会超凡者蒋放击杀王级鱼人领主 BOSS。什么？不是嗜血杀手，居然是蒋放大神击杀了 BOSS 啊！鱼人大军撤退了！居然真的是我方的大神把 BOSS 杀了！那嗜血杀手并没有抢救 BOSS 啊！这么说，我们的报酬有了？这什么情况？我们赢了 ，BOSS 居然还是蒋放杀的！这难道是江凯那小子主动让出了 BOSS 击杀？哇！这么说我们打赢了！原来这嗜血杀手是大好人呐！是啊，现在谁敢动这位恩人，我跟谁骑！看这一波操作帅爆了，而且格局很大呀！太帅了！百闻不如一见。今天我对江凯真是心服口服了，他是这场战斗的最大英雄。现在都知道我家队长的厉害了吧？也不看看这是谁挑的队长。对了，现在回头一想，皇家刚才威胁我们真是恶心呐！是啊，送死要我们干，最后指挥砸了，还想让我们承受代价。有本事下来，资本家，有钱了不起啊！这。下来和我们单挑啊！我要退出玄武工会。对，我也退。糟了，父亲，这下不好了，20万人的退会和负面评论会让咱家声势大跌的。笨蛋！我今天算是彻底记住那江凯了。我们先走，等下次一定要对这江凯狠狠报复回来。是。你好，我叫蒋放，我欠你一个大人情。那个，我想知道。你这身属性是什么？我叫江凯，我这属性是我靠一次性技能换来的。是吗？居然还有这么强的一次性技能？其实不强，用完就没了。那你是？我只是因为利用了嗜血杀手的惩罚机制，然后……江凯，江凯！江凯，凯顿，我家凯顿怎么了？是我大意了，江凯是你们的队长吗？是的。抱歉，那我要告诉你一个坏消息，这情况，江凯大概率是触发了 BOSS 的死亡复仇。死亡复仇？死亡复仇是一些 BOSS 死后的特有技能，这类技能一般极其恐怖。一旦死去的 BOSS 成功复仇到探险者，探险者将会遭受极其恐怖的惩罚，被折磨致死都只是最初步的报复。而最可怕的一点是，被报复的人在鬼星死亡回到地球后，求你了，让我解脱！往往会因为忍受不了那段痛苦的记忆，而选择。凯顿会变成那样吗？不，不要！好痛，好痛苦！为什么感觉我全身都要被捏碎了？我这是在哪儿？
东西伤进了我的身体，好疼啊！警告：您的一次性技能赌场扒窃和获取到的属性即将消失，时间少于20秒，请做好属性和技能被移除的准备。20、19、18，正在被这怪物折磨，而我现在应该是因为身上有属性的支撑，才没被这家伙杀死。17、BOSS 残存仇恨吸引15。要是属性消失的话，我必定瞬间死亡。杀了你！杀了你！驯化。14、13、12、11、10、驯化脱离了那些东西，身体恢复原状了。7、6，我要你死！5，不行，4，太虚弱逃不了了。3，现在只能倾尽所有，去利用偷盗的属性，取出钢刺，取出短刺。他拼了！2、1、0。解决了吗？恭喜您逃脱愚人领主的死亡复仇，并探索到了从未有人来过的秘宝区域。欢迎您来到愚人的地下王国，这是冰封愚人领主的秘宝大厅。这是 BOSS 的领地吗？现在大厅销毁倒计时10分钟开始，请您在10分钟内尽可能的收集宝物，并从中逃离。什么？又在倒计时？我要是逃离不成功会怎样？逃离不成功会死亡，并且您在此前收集到的所有 BOSS 宝藏都会消失，只有成功逃离才能带走宝藏。啊！这么多人，这是已经开始了。完了，尽可能的收集宝物，然后逃离是吧？只能搏一搏了。哇！恭喜您发现愚人秘药乘3，喝下可一共增加60属性点。没时间了，直接喝。请问要如何分配属性？全家免钱。好的，恭喜您发现 BOSS 的稀有宝箱。太好了，竟然还有这么多宝物，而且看起来都不低于 A 级。现在估计还剩下7分钟，用最快的速度应该来得及。友情提示：地下王国宝箱的存在时限为90秒，请尽快收集。宝箱居然是单独计时的！90、89，还要再快点！87。恭喜您发现忏悔之泪，使用10个可消除嗜血杀手状态。请问您？忏悔之泪，还真是得来全不费工夫，全给我消了 ！Nice！ 不但一下找到了很多宝藏，还消除了嗜血杀手的状态，赚大了！这是……恭喜您发现特殊转职配方，使用此配方可以完成特殊的20级转职。探险者到了20级以后，是必须转职之后才能升级的。难道这东西能让我完成特殊的20级转职吗？